我只是喝了一口酒，立马就吓得全宗的女弟子抱紧身体，更有甚者直接用电焊死自己的动作。我明明是先天混元剑体，还激活了最强9剑仙系统，却被全宗上下口诛笔伐，人人厌弃。只因我是天生绝脉，穷其一生也无法突破筑基。此刻我站在大殿中，那些曾经对我百般呵护的师兄弟，各大长老都用冰冷的目光注视着，就连亲自教导我修炼数年的师尊苏月灵也是一脸冷漠。鹿晗，你今晚便收拾收拾，将小玉峰让给少羽吧。宗内其他地方你随意挑选即可。师尊，切莫如此。那小玉峰我虽然万分喜欢，但毕竟是陆师兄的居所，我不好夺人所爱。少羽不必多言，你喜欢小玉峰去住便是，环境也会影响你的修炼速度。切莫为了繁杂礼节失了本心。那鹿晗天生绝脉，整日在小玉峰无所事事，如此宝地岂不是浪费？少羽明早便搬过去吧。至于鹿晗，我看后山挺适合他的，他在那里也无人打搅他睡大觉。周遭长老和师兄弟师姐妹满眼嘲弄和不屑，当初他们将我捧得有多高，如今奚落的就有多绝情。师傅，我想退出大罗剑宗，下山闯荡，请师傅成全。苏月灵一怔，看着拱手鞠躬的我，眼底闪过一丝不忍，似是在回忆过我。这时一旁的梁少羽忽然开口道：陆师兄万万不可！关于小玉峰，我只是随口一说，你切莫意气用事，以此来要挟师尊。那小玉峰我不去便是，他还是你的。我听这话只感觉恶心，我从未想过一个大老爷们能绿茶到这种程度。鹿晗，你以此逼我保留你的小玉峰，可曾想过后果？并无要挟，弟子天生绝脉，已经看透了，与其留在大罗剑宗混吃等死，不如下山去大千世界看看。以鹿晗这天生绝脉的处境，留在大罗剑宗还真就是混吃等死。看来他真的是想下山去看看。我这个亲传弟子的职位，始终是苏月灵心里的一个疙瘩，可毕竟是他当初亲口许下的，若随意罢免，容易落人口舌。如今我自己要退出大罗剑宗，倒也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从此以后，大罗剑宗便只有梁少羽一个亲传弟子，也是唯一的掌门候选人。请师傅成全。我虽然天生绝脉，但我有混元剑体，还有9剑仙系统，喝酒就变强，妥妥的强者模板。没了大罗剑宗禁酒的禁令，下山后喝他个天昏地暗。苏月灵有些迟疑，倒不是舍不得我，我天生绝脉已经没有培养的必要，但就这么答应了，却似乎有些不近人情。这时其他人似乎看出了苏月灵的犹豫。陆师弟有自知之明，这是好事，掌门师尊便随了他吧。天生绝脉确实不适合留在大罗剑宗，可惜了一个好苗子。亲传弟子令还在他身上，需要收回，否则恐被他利用。周围的人你一言我一句，我也猛然想起，随手将亲传弟子令捧在手心。既如此，那便随了你吧。但你我师徒一场，这些零食你拿去，下了山也好生活。言罢，苏灵月丢出一小堆零食在我面前，下一秒，我手中的亲传弟子令便出现在苏月灵手里。太好了，从此以后，少羽师弟就是我们大罗剑宗第一亲传弟子了。的确值得庆祝，少羽峰以后就是你的了。少羽，加紧修炼，需要什么资源就说，我大罗剑宗未来跻身圣地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当我看向梁少羽的时候，对方却假装歉意的说道：陆师兄，实在是对不住，我万万想不到会闹成这般。你不要着急，我这就和掌门师尊说情，让你留在大罗剑宗。少羽，他已经不是大罗剑宗弟子，莫要叫他师兄。鹿晗，既已如此，你且速速下山去吧。下了山，可不要再利用大罗剑宗亲传弟子的身份招摇撞骗，否则饶你不得。我全然不理会这些人，只是冲着苏月灵再次鞠了一躬。多谢师傅成全。说完，我便转身离开，也不去拿那一小堆零食。我穿越来时此生年幼，一无所有，被苏月灵带回大罗剑宗。20年过去，一袭灰布剑袍离开，清清白白。自此以后，我与大罗剑宗再无瓜葛。至于梁少羽的身份，大前王朝的阴谋，我也懒得提，说了也没人信，便随他们自己发展去吧。同一时间，天际楼观星台前，须发皆白的天际楼楼主玉姬子忽然双目一凝，双眼死死地盯着星图之上的诡异星象。那一直未能查出的福源从大罗剑宗消散了。瑶瑶，师傅咋啦？还记得我先前和你说过的大罗剑宗吗？当然记得，这事儿你老人家念叨了20年，说那大罗剑宗只是个二流宗门，却测算出其宗内蕴含一个巨大的福源。咱们探查了20年，也没查出那福源究竟是什么。那福源从大罗剑宗消散了，你速去调查那大罗剑宗发生了什么。如果有线索，无论如何也要拿下福源。师傅，这是多大的福源？统御9州。另一边，我刚离开大罗剑宗，梁少羽没有等到第2天便搬到了小玉峰。少羽，以后小玉峰就是你的了，你是大罗剑宗未来的希望，待得你登上宗主之位，可不能忘了师姐。你也不用自责，那鹿晗早该滚了，一个天生绝脉杂役弟子都不如，却还霸占着真传弟子第1人的身份，简直可恶。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有什么事你直说就好，你要什么，师姐什么都答应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子下山，除掉鹿晗，然后将他的尸体带回来给我。怎么，这点小事都不愿意为我做吗？盼日我拿下宗主之位，还希望你陪在我身边，帮我处理宗门事务呢。闻言，王玉娇眼中的迟疑和震惊瞬间消失了。少羽，你放心，师姐一定完成。
虽然王玉娇也发现了先前梁少宇人前和善都是装，但他无所谓，反而觉得能跟着这种性格的梁少宇，日后的发展才会更加顺畅。等王玉娇离开后，一旁的随从忍不住说道：“太子，如果要除掉鹿晗，为何不让我们的人动手，让外人处理，只怕多生事端。”这是他的投名状，自此以后，这王玉娇就是我的人。况且，就算是大罗剑宗查出来鹿晗的死因，那也是王玉娇做的，与我无关。另一边，我下山后便前往了大罗山下30里外的青石镇，随便进了一家酒楼。客官要吃点什么？有酒吗？当然，你要喝点什么酒？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什么酒，也不知道种类不同的酒对系统来说有没有区别。每样各来一坛子。客官，我们这店里可有10多种美酒，各来一坛，恐怕你一个人喝不了。那就各来1碗。不一会，小二就拿来了10几碗酒过来，我直接从第一碗酒开始喝，辛辣入口，我没有感觉到想象中的不适，也许是系统的关系，只感觉通体顺畅，仿佛喝了琼浆玉液一般美妙无比。与此同时，系统的提示音也响了起来，畅饮劣质酒，获得修为1年。我听到系统的提示后，眼前一亮，因为天生绝脉而无法修炼出灵力的丹田，此时竟然出现了不少的灵力。劣质酒1碗就能增加1年修为，照这么说，我一坛子下去，随随便便就是几10年的修为，一天喝1坛子，连喝1个月就是1000年修为。如果再换成好酒的话，那奖励，嘿嘿。我越分析就越是兴奋，很快10几碗就下去了。就这么10几碗酒，我的丹田内已经充斥了别人10几年苦修才能积攒下来的灵力。此时我已经彻底迷糊，直接趴在了桌子上。小二赶紧就跑了过来，客官，那个您这酒钱你打算？他是我朋友，酒钱我付了。来人正是天机楼楼主的徒弟秦武瑶。这位客官，这太多了，多出来的帮我换一些酒带走。下一刻，秦武瑶便带我来到了城外的一片树林内。他望着醉酒的我，心里直犯嘀咕。大罗剑宗唯一发生的事，就是这个鹿晗退出师门，但他天生绝脉，会是师傅所言的福缘吗？忽然，秦武瑶发现我身上有灵力波动，在他愣神的功夫，我的境界便达到了筑基。一个天生绝脉，喝得酩酊大醉，睡了个觉就筑基了，这是个什么奇葩？对于这个世界的所有修士而言，想要获取灵力的办法，只有通过修炼或丹药，又或者奇珍异草。而天生绝脉意味着自身经络根本无法运转，自然也不可能获得灵力。很快，我的修为就到了筑基中期，接着继续增长，没多久就到了筑基后期。一个天生绝脉的人能够获取灵力也就罢了，可这货根本就没有在修炼，只是喝多了再睡大觉，半炷香的时间竟然就成了筑基后期巅峰的修炼者。我苦修3年才筑基，却抵不过眼前这个家伙的一场宿醉。5个时辰后，我醒了过来，此时我感觉脑袋有些疼。劣质酒果然是劣质酒，副作用有点大啊。这时我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对劲。筑基，这就筑基了，不愧是系统，喝1顿酒就筑基，还是直接到筑基后期巅峰。此刻的我相当震惊，1顿酒抵得过别人10年苦修。想想系统激活后这10年在大罗剑宗窝囊成那个鬼样子，我就想给自己一个大耳刮子。就在这时，我脑海里响起系统的提示音：恭喜宿主成功宿醉1次，获得宿醉奖励双含建议。宿醉也有奖励，而且还是整个大罗剑宗，就连掌门苏月灵都没有领悟的建议。我很满意这个结果，1顿酒不仅筑基后期巅峰了，还领悟了建议。紧接着我就忽然发现自己并不是在酒馆里，身边还有另一个人。我擦，你谁啊？你嘀嘀咕咕老半天，就没发现我在你对面吗？我咽了口唾沫，听着人声才稍微镇定下来。刚才光研究系统奖励了，还真没发现对面的秦武瑶。你把我从酒馆带出来的。秦武瑶点了点头，我则下意识低头检查自己的衣服。我没酒钱，是你帮我付了。不止帮你付了酒钱，我还帮你带了好多酒出来呢。秦武瑶说着，随手一挥，一大堆酒坛子就出现在面前。看到酒坛子，我眼睛瞬间就亮了。多谢，酒钱我会还你的。说完，我直接打开一坛酒养头酒馆，想要尽快提升实力。离开了大罗剑宗，我空有混元剑体、九剑仙系统，但境界实在太低，九州弱肉强食，一不小心就可能生死道消，所以我迫切的需要提升境界。这才刚宿醉完就立刻开喝了，这样一个酒鬼真的是师傅口中的福缘吗？此刻我的脑海中正不断的响起系统的提示：畅饮劣质酒获得修为8天，畅饮劣质酒获得修为11天，畅饮劣质酒获得修为6天。怎么这么点？先前1碗酒就是1年修为，这怎么变成几天了？好点的也才10几天，这差距也太大了吧？难道随着我的境界提升，同样的酒带来的奖励提升就越少？看来以后需要找些品质好点的酒来喝才行，现在只能先喝这个了。很快3坛子酒就下去，我也喝得开始迷糊。对面的秦武瑶一阵哭笑不得。鹿晗，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帮你付酒钱，又带你出来，还给你外带了酒？我醉眼惺忪的放下酒坛子，打了个酒。爱情这个东西，谁说的准呢？也许这便是一见钟情吧。秦武瑶嘴角抽了抽，刚想回对几句，忽然秀眉一蹙，扭头看向右侧，树林外30余名男子正朝着这边逼近而来。他们很快便进入到树林，看到我的时候，立刻就确定了目标。我迷糊中看到周围人影绰绰，随即笑道：剑宗弟子果然便是下了山，终究也要杀我。我站起身，随手捡起身侧的一根树枝当作武器。30多名剑宗弟子没有刻意掩盖自己的身份，甚至他们穿着的还是大罗剑宗弟子服，修为都达到了筑基后期。此刻我的心里无比的苦涩。2个一起杀了。听闻此言，我忍不住大笑起来。被宗门彻底抛弃，下了山都不得安生，还要将我灭杀，心中的悲愤到了极点。
满堂花醉3000克，一箭双寒14周。我挥洒着手中的树枝，脚步飘忽不定，看着似是喝多了战力不。剑宗弟子则趁此机会一拥而上。在大罗剑宗看来，我不过一介废人，可就算我这样的废人退出了剑宗，却还是不得苟活。30多名内阁弟子来杀我一个废人，大手笔，大手笔！就在此时，我周身一股力突然下来，朝着四面八方急脚出，冲得最快的几名剑宗弟子躲闪不及，身体瞬间凝结成了冰雕，在剑气的绞杀下，纷纷化为齑粉飘洒在空气中。与此同时，州府金陵城几位老者正挑灯对饮，忽然惊觉，抬眼看向东方天际，那仿若恐怖天威般的景象，让几人脸色大变。剑意，好纯粹的剑意。这剑意寒气森然，并非我熟悉的几位剑修。下一秒，已经弱了许多的剑意飘然而来，翩翩鹅毛自9天飘落。这一晚，这一剑，下周8郡14县，6月飞雪千里不阻。就在寒霜剑意肆意苍穹的时候，我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一旁的秦武瑶久久无语。大罗剑宗真是一群蠢货，有如此福缘，不知珍惜，假以时日，鹿晗必然屹立于9州之巅。下一刻，秦武瑶将我安放好后，便走了出去。师傅，大罗剑宗调查的如何了？那福缘可有线索？福缘是一个人，他叫鹿晗，混元剑体，但天生绝脉。秦武瑶将关于我的消息告诉给了玉姬子，后者听完后也是一愣一愣的。混元剑体确实是万中无一的剑修好苗子，可惜了，怎么会是天生绝脉？修炼不出灵力，再好的天赋也是个笑话。你说他就是福缘，他不是天生绝脉吗？我也不理解，但他已经筑基后期了。昨天我刚找到他的时候，他在酒馆喝酒，那时他还是炼气巅峰。秦武瑶又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天生绝脉喝了顿酒就自动筑基了，睡了一觉筑基巅峰了，这怎么可能是天生绝脉？你是不是哪里搞错了？虽然我也不理解，但都是我亲眼所见，并且昨晚他醉酒后，大罗剑宗派弟子来杀他，他释放剑意，将同为筑基后期的30多名剑宗弟子瞬杀。等等，你说昨晚那件意是鹿晗搞出来的？是，当时我就在跟前，亲眼看到他释放剑意的。但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昨夜那件意肆虐下州8郡14县，千里飘雪，不只是我，4大圣地也惊动了，全都在猜测昨晚释放剑意的人是谁。千里飘雪，秦武瑶倒吸一口冷气，他是万万没想到我那剑意影响范围如此恐怖。瑶瑶，这是你的造化，万万不可怠慢。他喜欢什么就给他什么，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他喜欢喝酒，那就给他酒。3日后骊山天道盟不是有个酒王宴，你带他去喝个够。但大罗剑宗似乎也在天道盟附属之列，届时难免和鹿晗碰头，我担心。担心个屁！从现在开始，鹿晗的背后是我们天机楼，区大罗剑宗胆敢在鹿晗面前叫嚣，我平了他的山头。秦武瑶重新回到山洞时，我刚好也醒了。他想到师傅玉姬子说的话，便说道：“你现在筑基后期巅峰，想要结丹有2种办法。”什么办法？我刚问出这句话，系统的提示就响了起来。恭喜宿主成功宿醉1次，获得宿醉奖励即刻突破。即刻突破是什么鬼？第1次的宿醉给的是建议，第2次宿醉难道是给一个就地结丹？第一种办法是修炼感悟冲击壁垒，等候丹结，丹结的难度不大，随便一件护身法宝都能轻松应对。第2种则是服用丹药破障丹，强行突破壁垒结5道金丹，但破障丹非常珍贵，极难获得，不是普通修士用得起的，各大势力也要斟酌使用。我正好。秦武瑶本想说他正好有的破障丹，可话说到一半，砰的一声，一道金色光圈从我小腹处炸开，紧接着我整个人的气息猛然拔升了一大截。秦武瑶瞪大双眼，神识扫向我的丹田，5道金丹，这就结丹了。你刚才说你正好咋了？没事。对了，小美女，你叫啥？这女孩长得漂亮，还将2次醉酒的自己安顿好，我还是很感激的。秦武瑶，我叫鹿晗，你为啥对我这么好？秦武瑶一愣，事先没想过这个问题，当下也编不出合适的理由来。那个，我也喜欢喝酒，看你也是爱酒之人，随手就帮了。师傅让我下山历练，我闲来无事，正好找个人作伴。哦，原来是同道中人，难怪你储物袋里那么多酒了。对了，昨晚那些剑宗弟子是你帮我摆平的吗？秦武瑶先是一愣，随后便想到我昨晚挥洒剑意的时候已经喝懵逼了，他摇了摇头道：“不是，我还没来得及出手，你的剑意就杀了他们。”我依稀记得昨晚因为心中悲愤，肆意挥洒剑意，但却不记得后来是怎么弄死的那些剑宗弟子。还要喝酒吗？秦武瑶见我出神，拎出一坛酒问道：“我试试。”我接过酒坛子，灌了一大口，畅饮劣质酒，获得修为2个时辰。突的一声，我将没咽下去的半口酒直接就喷了出来。炼气境1碗酒可以增加1年修为，筑基境1口酒可以增加几天修为，到了金丹境，这一大口灌下去就只给2个时辰的修为。劣质酒果然是劣质酒，这酒太差了，你以后别少喝这种劣质酒，伤身子。听我这样说，秦武瑶翻了翻白眼，也不知道是谁昨晚哥那咔咔的一直灌。3日后，天道盟有个酒王宴，你我2人去畅饮一番如何？天道盟所属9黎圣地的天道盟，我没记错的话，大罗剑宗是天道盟的附属势力，那么大罗剑宗多半也在酒王宴的邀请之列。管他呢，反正自己都已经退出大罗剑宗了。3日后的清晨，骊山脚下苍岩城，我和秦武瑶刚出城门，忽然几匹马停在了身边。这不是鹿晗吗？这么巧跑来苍岩城讨生活了？
我抬头一看是王玉娇，王玉娇身边是梁少宇还有苏月玲以及其他几位弟子，我懒得搭理他，抬脚就走。你给我站住！绿茶男总想把我踩在脚下，殊不知此刻的我已经成为了小富婆的座上宾。王玉娇说完就要骑着马匹上前，秦武瑶一步跨出冷眼看着他，刹那间的眼神对视，王玉娇只感觉自己神魂刺痛，大脑仿佛要撕裂一般。见弟子吃亏，苏月玲上前解围道：“鹿晗已不是剑宗弟子，便不要过多纠缠了。”我瞥了眼苏月玲，忍不住在心中腹诽。方才王玉娇刁难呵斥我，她不吱声，眼下被秦武瑶震慑，苏月玲却跑出来当和事佬。是啊，鹿晗以前毕竟是师兄，天生绝脉，在外讨生活不易，我们还是不要纠缠他了。接着梁少宇看向秦武瑶。姑娘是鹿晗的新朋友吗？他虽不是我们剑宗弟子了，但毕竟曾经是我师兄。他天生绝脉，讨生活不易，姑娘可要多加照应才是。我在这里谢过了。梁少宇的话让我有些无语，他表面上看似和善，但嘴里却不断提醒着秦武瑶我是天生绝脉，挑拨离间。二位在这苍岩城做什么？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便在这里做什么。那真是巧了，原来姑娘也是去参加九王宴的。既如此，不如和我们一起吧。我这匹马千金够得，二人同乘没问题。你是不是有病？和你同乘一匹，想屁吃呢？秦武瑶本就不喜欢这种面色温和、内心龌龊之人，早在调查我过往的时候就知道了梁少宇的存在。少宇，我们走吧。梁少宇点了点头，王玉娇则抓紧机会为梁少宇找回场。一个天生绝脉被赶出大罗剑宗的废物，一个牙尖嘴利的刁蛮野丫头，还真是绝配。闻言，苏月玲并未说什么，但神色却有些凝重。刚才她无意中用神识查探秦武瑶的境界，却发现看不透，这就说明秦武瑶的境界有可能在她之上。但苏月玲自身已经是元婴后期巅峰了，如果秦武瑶境界在她之上，那就是化神境。和鹿晗在一起的朋友，怎么可能是化神强者？应该是有什么隐藏修为的手段。另一边，天道盟武神殿，此时大部分宗门都到场了。大罗剑宗属于天道盟偏下游的势力，在会场的位置比较靠后。临近开场，我和秦武瑶才慢悠悠的来到现场。我瞥了眼周围桌椅上刻印的宗门标记，问道：“瑶瑶，咱们是哪一桌？”废物，你还真的跟上来了！一个天生绝脉也配来参加九王宴，怕不是当了小白脸，厚着脸皮呗。此时大罗剑宗几人瞬间懵了，苏月玲也诧异的看向我。废物东西，你敢打我，反了你了！你和我非亲非故，却对我出言不逊，我教训你天经地义，你不服？这王玉娇也是金丹初期，但我有剑意加持，并不输她。况且我都退出师门了，谁还惯着你？王玉娇长剑出鞘，凝视着我，咬牙切齿道：“既然非亲非故，我现在杀了你都可以。”秦武瑶给了我一个赞许的眼神，然后看向王玉娇。鹿晗已经不是剑宗弟子，你偏偏还要犯贱，打你不应该吗？你又是哪个贱人，和一个天生绝脉厮混在一起，果然是臭味相投。你还是左撇子？不是，只是为了对称。我二人简短对话，惹得周围其他宗门的人哈哈大笑。苏月玲的脸色极为难看，这才一个照面大罗剑宗就成了笑话，她不出头不行了。姑娘，我身为大罗剑宗宗主就在你面前，你和鹿晗却敢如此蔑视我剑宗弟子，这不妥吧？是吗？那苏宗主又能如何？混蛋！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王玉娇只是嘴里叫嚣，却不敢动手。这里可是天道盟的九王宴，严天星最为珍视的盛会，惹严天星不高兴，那可真是要吃不了兜着走。苏月玲也深知这一点。敢问姑娘何门何派？这一笔我大罗剑宗记下了。闻言，秦武瑶呵呵一笑。天机楼，秦武瑶，这一笔我也记下了。此言一出，全场众人脸色大变。天机楼的秦武瑶，大秦仙庭的小公主，瑶池圣地的圣女，天机楼玉姬子的亲传弟子。此时，周围宾客看苏月玲的眼神已经充满了同情。和秦无药作对，那就是和瑶池圣地作对，和大秦仙庭以及天机楼作对。在那三大势力面前，大罗剑宗和一只蚊子没什么区别啊！这一刻，苏月玲的脸都绿了。王玉娇一时没反应过来，还在那接话茬。原来贱人的名字叫秦武瑶，和那废物鹿晗一样。逆徒，你给我闭嘴！王玉娇整个人都懵了。苏月玲脸色难看的看向秦武瑶。对不起，我不知道您的身份，方才的事情只是误会，还望您不要放在心上。此刻的苏月玲满心都是恐惧，只要这秦大小姐一发火，不用瑶池圣地和天地楼出手，大秦仙庭的铁骑都能踏平大罗剑宗的山头。一旁的梁少宇心机深沉，还要装谦和，反而幸免于难。但此时因为极度脸色也极度扭曲，一个被我排挤出大罗剑宗的废物，他凭什么能获得秦武瑶的青睐？误会？不，没有什么误会。你们大罗剑宗将鹿晗排挤出师门也就罢了，偏偏一个个嘴臭无比，三番五次的挑衅鹿晗。你怎么说曾经也是鹿晗的师傅，却一个屁都不放，这算什么误会？此时我整个人都傻了。我虽然没下过山，消息必死，不知道天机楼秦武瑶意味着什么，但也能从周围人和苏月玲的反应中看出端倪。这秦武瑶的身份不得了啊！是我不对，我以后必然对鹿晗。千万别，鹿晗已经退出剑宗，和你们这群人毫无关系。他日后的生活和地位也并非你们这些小杂鱼可以理解的。你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最好离他远一点。说着，秦武瑶又看向王玉娇。
从现在开始，再让我听到你说鹿晗一句不是，我就撕烂你的臭嘴，再用针线缝起来。秦姑娘，今日之事实在抱歉，我替大罗剑宗诸位向你赔个不是，切勿见怪。鹿晗虽然退出师门，但我们依然是朋友，朋友的朋友就是自己人，我们谁和你是自己人？我已经说过了，鹿晗和你们再无关系，我也不可能和你这种货色是自己人。九王宴即将开始，你们在这里吵什么？随着王玉娇被接连大逼斗后，天道盟的盟主严天星一脸不悦地出现在会场。此时的王玉娇眼底闪过一丝阴霾，忽然伸手一指我和秦武瑶：“是他们挑衅在先，仗势欺人，严门主千万不能放过他们。”严天星闻言看向我和秦武瑶：“瑶瑶，我这九王宴你从不参加，怎么今日破天荒的来了？”严姨，以前那是没时间，我这不是来了吗？毕竟你也知道我爱喝酒，这次总算是有机会了。那还带了我朋友鹿晗，他可是酒鬼。爱喝酒，这小妮子什么时候爱上喝酒了？严天星一愣，恰好看见秦武瑶朝他眨眼睛。难道是因为这小子？既然是瑶瑶的朋友，那就一起上座吧，与我同桌，尝尝我亲手酿的醉仙酿。严天星这话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要知道可不是谁都有资格和严天星一桌的。大罗剑宗几人脸色难看，看到我和秦武瑶跟随严天星而去，一个个脸色像是吃了屎一样。梁少宇闷不作声，但脸色却越来越阴沉，心里的嫉妒让他几乎咬碎了牙齿。都是王玉娇这个贱人，连一个天生绝脉都杀不了，让鹿晗有机会遇到秦武瑶这么大的机缘。另一边，我和秦武瑶刚坐下，忍不住感叹道：“看不出来，你还挺有排场的。”那当然，跟着本小姐你就享福吧你。享福享福。秦武瑶说的这是实话，要不是秦武瑶，我哪有资格参加这九王宴？对于其他人而言，这是九王宴；对于我来说，那可就意义非凡。这一场酒，不知道自己能成长到什么地步。嘿嘿，高台上的这张桌子已经有5人落座，一女4男穿着华贵，能和严天星同桌，并且提前落座，显然身份也非同小可。此时他们都在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些大佬都是成了精的人，一眼就看出我的确天生绝脉，但气息却是金丹级。严天星并未过多废话，简单开场白念叨了几句后，便让人上酒。我看着眼前的酒也迫不及待地端起来喝了一杯。畅饮10年清酿，获得修为3年。10年清酿，一小杯就给了3年的修为。我在青石镇酒馆的时候，一大碗劣质酒才给1年，这一小杯就给3年，这要是换成一大碗，不得10几年修为啊！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感叹道：“好酒，不愧是醉仙酿，好酒啊！”一旁的严天星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这不是醉仙酿，只是寻常喝的酒。醉仙酿珍贵非常，可经不起这般挥霍。”闻言，我眼前一亮，这还只是天道盟的普通酒，普通酒都这样了，那醉仙酿不得起飞了啊！这时，严天星对着台下喊道：“九王宴现在开始，好酒好菜也上了，诸位先慢慢享用。醉仙酿已经在准备当中了，诸位稍等片刻。”现场的众人听到严天星这话，脸色却忽然变得有些古怪起来，但并未有人发表什么看法。我也不着急，反正眼下这10年清酿效果也很炸裂，便美滋滋的一杯接着一杯，看得严天星都诧异不已。眼下这酒虽然算不上什么好酒，但也是绝对的烈酒，台下各门各派喝起来都要小心品鉴。这个鹿晗却一杯接着一杯，看来秦武瑶说的没错，这家伙还真是个爱酒之人。无形中，严天星对我更加欣赏了。此时的我统计了一下系统的提示，这一壶酒竟然增加了20多年的修为。此刻我的丹田几乎达到了饱和。秦武瑶似有所觉瞥了我一眼，这家伙的气息怎么蹦到金丹后期了？我记得上桌之前才只是金丹初期啊。对于我气息的变化，严天星几人并未察觉，倒不是他们不够敏感，而是他们对我的好奇只是来源于秦武瑶而已。此时，一位侍女用托盘端着一坛酒走过来，与此同时，严天星也站了起来。侍女将那坛子酒放在空桌上，严天星亲手倒了一瓶。本次九王宴的选用酒，便是我亲手酿造的醉仙酿。任何人只要喝下一杯，坚持10个呼吸的时间不倒下，就能获得本次九王宴的奖励。这把剑是玄阶神兵寒剑降雨，取照水之精打造而成。我看着这把剑也是眼前一亮，这把剑寒气逼人，正好也完美契合我的双寒剑意，简直量身打造啊！想到这里，我当即忍不住就要上去挑战，但关键时刻秦武瑶拦住了我。每次的九王宴，严姨选用的酒都是爆裂无比的，常人根本无法承受，那可不是醉倒那么简单，你最好考虑清楚。我先是一愣，没想到九王宴会如此凶险，历届九王宴加起来不知道死了多少愣头青。短暂的沉寂过后，第一位愣头青出现了，在下大剑门门主徐杰来挑战严老板的醉仙酿。严天星呵呵一笑，做了个请的手势。徐杰刚走到跟前，浓烈的酒香便扑面而来，闻着神清气爽，并未感觉到什么烈酒的桀骜。但徐杰也知道九王宴的挑战难度，不敢掉以轻心，端起酒杯一仰头，一饮无尽。下一秒，徐杰脸上的表情忽然凝固，接着猛然跪倒在地，双手痛苦地抱着胸口，身上的灵力也变得狂躁无比。轰轰轰！徐杰的全身仿佛竹筒爆豆子一般炸响，很快便双眼涣散，一头栽倒在地。下一位，这他娘的还是酒吗？竟能烈到这种程度！严姨的酒不单单是酒，还有各种天材地宝掺杂其中，酒烈难驯，但若能撑过去，对自身确实有极大的好处的。那徐杰学艺不精，连一杯醉仙酿的灵力都无法稳住，经络寸断，修行之路也算是到头了。我听着秦武瑶的解释，忽然眼前一亮。
我天生绝脉经络这玩意根本没有啊！而且系统加深，别人驯服不了的烈酒，我不一定拿不下来。此时台下众人脸色都有些难看，原本还蠢蠢欲动的一批人，看到徐杰的惨状后，也赶紧打消了冒险尝试的念头。严天星看着安静的台下，眉头微皱。可还有人愿意挑战？醉仙酿的确霸道无比，难度颇高。若有人能完成其所在宗门，我还会给予一批丰厚资源。此言一出，现场众人再次有些蠢蠢欲动起来。我来试试吧。少宇，师傅放心，我有分寸。梁少宇说完，便步履翩然地走上高台，对着严天星和在场几位大前辈拱了拱手。晚辈大罗剑宗梁少宇，先天体质，希望可以撑得住醉仙酿的霸道。闻言，严天星和几位大佬前辈都是一愣，只有秦武瑶瞥了眼梁少宇，并不惊讶。这梁少宇根本就不是上去喝酒，而是去卖弄的。上台先表明自身的先天体质，吸引各位前辈的注意。若是运气好，被哪个看上收为了弟子，到时候苏月玲可留不住。苏月玲不知道梁少宇是不是故意这么做，但心里却很不是滋味。醉仙酿的霸道先天体质的确有优势，但并不会太多。既然决定了，就开始挑战吧。梁少宇想用自己的先天体质吸引大佬的注意，奈何大佬只是回了一撇。先天体质的确有优势，但不会太多。既然决定了，就开始挑战吧。既如此，晚辈这就开始挑战。我也不知道能否成功，但晚辈一生爱酒，严盟主如此仙酿，便是失败了，晚辈也。你要挑战就挑战，别扯没有用的。大罗剑宗明令禁酒，你怎么一生爱酒了？光爱不喝呗。我毫不客气地戳破了梁少宇的谎话，严天星立刻就回过神来，眼前这个梁少宇是想攀关系，故意说他爱酒，他的眉头一下就皱了起来。开始挑战。眼看严天星脸色冷了下来，梁少宇急忙解释。我的确爱酒，但大罗剑宗是禁酒，我也是无奈。严盟主，我挑战。简单的2个字，已经说明严天星懒得和他费功夫。梁少宇尴尬的点了点头，硬着头皮走到桌前，好好的一个炫耀装逼的场面，结果却被我给搅黄了。为避免招惹严天星更多的厌恶，梁少宇只能赶紧端起酒杯，一仰头灌了下去。紧接着梁少宇就后悔了，醉仙酿的霸道远远的超过了他的预估，酒液入腹，灵气瞬间干枯。下一秒，梁少宇就口吐鲜血，趴在了地上。我擦，七窍流血，玩这么大！关键时刻，苏月玲忽然一个闪身冲上了高台。挑战过程中不得插手，我们放弃。严天星没有再说什么，苏月玲赶忙将梁少宇拉到一旁，给他喂食丹药，亲自运功帮他镇压梳理体内醉仙酿的酒劲。此时梁少宇经络严重受损，丹田识海混乱的一塌糊涂，若不是苏月玲及时出面，只怕梁少宇已经成为废人。这时我看着2杯酒都被糟蹋，再也忍不住。如此美酒，我来试试。鹿晗，你疯了！你也看到了，醉仙酿的酒劲霸道无比。我借着方才的酒意，无所谓的摆了摆手。如此美酒，不尝试一下，未免可惜。奖励可以不要，但酒必须得喝。我虽然也很想要那把降玉寒剑，但对比那把剑，我更在意畅饮醉仙酿的奖励。至于宗门资源，我现在都没有宗门，跟我屁关系没有。严天星听到我的话，赞许笑了。我要提醒你，醉仙酿霸道无比，你一定要量力而行。多谢严老板关心，我有分寸。那就开始挑战吧，10个呼吸的时间。我端起酒杯，深吸一口，酒香扑鼻，让我蠢蠢欲动。然后我便是一饮而尽，酒液入腹，瞬间炸开。但因为我是天生绝脉，只能涌入丹田，酒液内蕴含的酒劲和灵力通过丹田灌输到我全身的血肉和骨骼当中。我小心谨慎地等待着痛苦降临，但痛苦并没有出现，反而通体舒畅。只是酒劲炸开的时候，大脑有些懵逼而已。这一刻，我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大家都死死地盯着我，等待着我和先前2位一样痛苦倒地。畅饮稀有佳酿，奖励修为10年。1杯10年，这要是一壶醉仙酿灌下去，100年修为起步，直接原地起飞啊！10个呼吸后，严天星见我没事，有些难以抑制的激动。就算我自己去喝，也要受到醉仙酿霸道的影响。不同的是，我喜欢那份霸道。现在看来，这鹿晗似乎也一样。这么多年，总算是找到了一位知己。严老板，能再给1杯吗？这时，经过简单调理的梁少宇看到这一幕，眼睛又红了。不过是硬撑着罢了，装什么装？不可，醉仙酿其中蕴含药力，以你的境界需要消化消化，不可贪杯。我有些无奈地嘀咕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一句诗完美的将严天星列为知己，同时还贬低鄙视了梁少宇，完美契合眼下的气氛。秦武瑶连忙来到我身前，同时仔细查探我的气息和身体状态，却发现醉仙酿的霸道似乎真的对我不起作用，反而我全身血肉和骨骼充斥着醉仙酿中蕴含的天才地宝的灵力，逐渐渗透强化着我的体魄。不愧是你，大酒鬼。这时严天星走到我身边，笑呵呵的手里的寒剑降玉递了过来。鹿晗，你已经挑战成功，这把剑就归你了。我现在为你驱散酒劲。别，不能驱散。喝酒之人若在意这酒劲，岂不浪费了绝世佳酿？开玩笑，宿醉可是有奖励的。你把酒劲驱散了，我还玩个屁啊！严天星眼底异彩连连，于是放弃了为我驱散酒劲的想法。我迷迷糊糊接过寒剑降玉，将寒剑降玉挥洒几下，一剑指天。好酒，好剑！秦武瑶见状，连忙压住我要是放的剑意。鹿晗，你醉了！那一瞬间的剑意绽放，虽然立刻就被秦武瑶镇压了回去，但还是被几位大佬感知得清清楚楚。他们立刻知晓了我的身份，他就是3日前那个覆雪千里的绝世奇才。想到这里，几位大佬眼睛齐刷刷的亮了。鹿晗，你既然已经退出大罗剑宗，眼下可是无门无派。还在迷糊中的我闻言点了点头。既如此，小友可愿加入我太阴宫？我叫曹远，你若入我太阴宫，我立刻收你为亲传弟子。
曹元，你小子还挺急呀！人家鹿晗眼下喝醉了，就算是答应了你，也算不得数吧？一旁还在被苏月玲疗伤的梁少宇立刻又忍不住，我好不容易将鹿晗排挤出大罗剑宗，他如果被太阴宫的曹元收为真传弟子，其地位瞬间凌驾于大罗剑宗之上，以后就算我拿下大罗剑宗，也要低鹿晗一头。曹前辈，你是不是误会了？鹿晗虽然是会员剑体，但他天生绝脉，根本无法获得灵力，如若收入门中，怕是毫无用处。此时的梁少宇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单纯的见不得我好。听到梁少宇的话之后，曹元等人都是一愣，紧接着曹元和另一人几乎同一时间伸手，分别抓住了我左手和右手。几秒之后，曹元的眸中绽放出一道异彩。真是会员剑体，妈呀，能有那么恐怖的剑意，已经是很惊世骇俗的奇才了，竟然还是天生剑修的会员剑体。曹元没有理会梁少宇，直接喊道：鹿晗，只要你加入我太阴宫，我立刻将你列为宗主候选。梁少宇听到这里，整个人都傻了。他本来想提醒这些大佬我是天生绝脉，反而把我从曹元的亲传弟子直接变成宗主候选人了。曹元，你说什么胡话？鹿晗性格刚烈，喜好烈酒，怎么能练你那娘们唧唧的太阴剑？要我说，就该入我净虚宫。净虚宫的纯阳剑法的确至刚至阳，但却是阳火属性，怕是和鹿晗不搭呀。反而我辽东天罡剑法大开大合，非常适合鹿晗修炼。怎么，我神霄派的雷刃就不适合鹿晗了？此时的梁少宇忍不住大喊道：诸位前辈，我是不是没说清楚？鹿晗他天生绝脉，无法修炼。我只是喝了一口酒，立马就吓得全宗的女弟子抱紧身，更有甚者直接用电焊死自己的动作。我明明是先天会员剑体，还激活了最强九剑仙系统，却被全宗上下口诛笔伐，人人厌弃。当梁少宇看到这么多人抢着收我当弟子时，忍不住：诸位前辈，我是不是没说清楚？鹿晗他天生绝脉，无法修炼啊！闭嘴！什么无法修炼？鹿晗现在是金丹后期，那你告诉我他怎么达到金丹后期的？还是说你觉得我眼瞎了？这点境界都看不出来？此言一出，梁少宇懵了。我接替鹿晗成为苏月玲的掌上明珠之后，依靠大千王朝背后的修炼资源和大罗剑宗无限供应的修炼资源，经过10年苦修才金丹初期。鹿晗4天前被赶下山的时候还只是练气，才过去4天，怎么就金丹后期了？苏月玲听到曹云的话也是心头一沉，虽然她不知道鹿晗天生绝脉是如何获取的修为，现在看来鹿晗比当初还要逆天。如今看到九黎圣地4大剑宗争先抢夺鹿晗，心里也是狠狠地抽搐了一下。我们走吧。听到这话，梁少宇竟然一忍，长剑挥鞘，朝着鹿晗扑了过去。少宇，不可！鹿晗迷糊中自然没有防备，就在这时，曹元一个用2根手指就捏住了梁少宇的剑。我太阴宫看上的人你也敢动，好大的胆子！言罢猛然一挥手，一道罡气瞬间炸开。关键时刻，苏月玲踏前一步，将梁少宇拉到了自己身后。与此同时，撑起全身罡气护体。即便如此，苏月玲还是被震得惨不他也顾不得伤势，连忙拱手道：几位前辈，是我教徒无方，还望赎罪。苏月玲自知道歉没用，咬了咬牙，转而看向鹿晗。鹿晗，少宇无知冲动，我替他向你道歉。看在你小时候我教过你的份上，你放过他，他是我的亲传弟子，性格虽然有问题，但回去后我会悉心教育，求你放他一马。鹿晗迷迷糊糊的转头看向苏月玲和梁少宇，苏月玲对梁少宇大吼道：跪下！梁少宇一愣，满脸耻辱和不可思议。让我给鹿晗下跪，不可能！这个废物，我要永远将他踩在脚下。就在此时，砰的一声，鹿晗手中的寒剑降玉直指梁少宇，紧接着扑通一声，梁少宇再无犹豫，直接跪在了地上，但心里的耻辱和嫉妒却在疯狂的滋生。鹿晗冷冷的看着梁少宇，然后再看向苏月玲那娇弱的脸庞，目光中闪过一丝柔和。幼年时你将我带回大罗剑宗，若不是你，我可能早就夭折了。我的命是你给的，如今我也救你一命，就当是还了你的恩情。说完，鹿晗剑气肆意准备杀了梁少宇。在百年一梦中，鹿晗记得很清楚，梁少宇是大前王朝的太子。之后他会很快拿下大罗剑宗的宗主之位，届时整个大罗剑宗尸横遍野，宗主苏月玲更是被梁少宇斩断4肢做成了人质，可谓是悲惨无比。眼下只要杀了梁少宇，苏月玲便能相安无事，从此2人各不相欠。苏月玲此时有些懵了，鹿晗明明说要还恩情，为何现在却要杀了梁少宇？他来不及多想，急忙哀求道：鹿晗，饶他一命，我知道我已经不是你师傅了，就当我求你。鹿晗张了张嘴，却无法解释。罢了，你们走吧。苏月玲闻言大喜，说了声谢谢，便拉着梁少宇离开了会场。曹元几人还想继续拉拢鹿晗，可下一秒，鹿晗大脑彻底被酒精霸占，趴在了桌子上。官道之上，大罗剑宗等人骑着马，一路死气沉沉的气氛有些压抑。梁少宇闷不作声，心里的耻辱让他即便是现在胸口依旧在不断的起伏。师傅不必担心，那鹿晗蹦跶不了多久，等少宇成长起来，便是那天道门，也要被我们踩在脚下。苏月玲默不作声，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她亲手抛弃的小徒弟，如今已然凌驾于大罗剑宗，凌驾于他之上，甚至就连梁少宇的生死都需要鹿晗开口定夺。苏月玲忽然转头看向王玉娇，问道：你与鹿晗可有什么深仇大恨？后者闻言一愣：我记得10岁前你挺照顾他的，我闭关的时候你也带过他，他小时候最喜欢跟在我身后，如果我不在的话，他也会黏着你。那时候不过10几岁的你已经很会照顾人了，是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样的？王玉娇张了张嘴，眼神有些闪躲，但随后看到了
了身边骑马的梁少宇，立刻咬牙道：“他天生绝脉，却在10岁前霸占了我们大罗剑宗那么多修炼资源，完全浪费了那些原本可都是属于少宇的资源，不该怨他吗？”苏月玲闻言叹了口气：“一切因我而起，是我将幼年的他带回剑宗的，但却因为天生绝脉而抛弃了他。他有什么错？他从头到尾只是被动接受罢了，不该怨他的，怨我。”如今的鹿晗和我们大罗剑宗已经势不两立，师父不必介怀。等我成长起来，我必然帮大罗剑宗找回今日丢掉的尊严。闻言，苏月玲看向梁少宇：“少宇，我知道你的野心大，大罗剑宗的宗主之位早晚是你的。我只希望你到时候莫要辜负了我的期望，未来大罗剑宗崛起的希望全在你一人身上了。”师父放心，等我继承宗主之位，我定然会好好经营大罗剑宗。如果当初你直接废了鹿晗，而不是放任他离开，我哪里会有今日之耻？还有王玉娇那贱人，连个练气期的鹿晗都杀不了，才让他有了机缘造化突破到金丹后期。等我拿下大罗剑宗，再慢慢找你们算账。另一边，傍晚时分，鹿晗才悠悠醒来，爬起来看了看，发现自己在一个厢房之中，然后揉了揉脑袋，惊奇的发现脑袋竟然一点都不疼。好酒就是好酒，宿醉之后脑袋都不疼。紧接着，毫不意外的接到了系统通知：恭喜宿主成功宿醉1次，获得宿醉奖励，见招屠神。听到系统提示，鹿晗眉头皱了起来。我喝的可是醉仙酿啊！醉仙酿宿醉奖励就给个剑招，连功法都不是，甚至一套剑法都不给。此时鹿晗发现自己的灵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突破元婴所需要的灵力，甚至远远溢出了。现在就差一个突破壁垒，就能够顺利进阶元婴。可奇怪的是，上次筑基巅峰宿醉后就给了即刻突破，这次居然没有突破壁垒进阶到元婴，让他很是疑惑。难道系统奖励还分好坏？宿醉后的奖励是随机抽取的吗？想到这里，鹿晗查看起了剑招的属性。剑招屠神，此剑招可一剑屠神，无视防御法宝，无视护体罡气，一剑秒杀化神境修士，但只可以秒杀化神境，化神境之上无作用，化神境之下无作用。看到这里，鹿晗直接就懵了，竟然可以一剑秒杀化神境大佬，而且无视任何形式的防御，正儿八经的屠神，这是规则斩杀啊！我只是喝了一口酒，立马就吓得全宗的女弟子抱紧身体，更有甚者直接用电焊焊死自己的动作。我明明是先天混元剑体，还激活了最强9剑仙系统，却被全宗上下口诛笔伐，人人厌弃。喝完醉仙酿，我再次进入了宿醉状态。这次系统奖励我的是规则斩杀屠神。看到斩神的使用规则，鹿晗眼前一亮。就在这时，秦武瑶走了进来。你醒了？瑶瑶，你什么境界？严老板又是什么境界？还有曹元那几人都是何境界？秦武瑶疑惑地瞥了眼鹿晗，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我是化神初期，严姨应该是化神后期，曹元几人我不太清楚，但应该都是化神境。另一边，严天星看着曹元几人翻了翻白眼。往年9王宴之后，你们几个跑得比兔子还快，这次怎么不走了？多年的好友了，你这天道盟我都没好好转转，正好进来无事就多待几天。其他几位你们是不是该走了？曹元，你说什么屁话？你都不走，我们走啥？这天道盟我也想好好转转，还有醉仙酿的滋味不错，我还想多喝几杯呢。都别装了，调查结果你们也都看到了吧？几人的表情立刻就尴尬了起来，但没有吱声。调查结果很清楚，鹿晗从进入大罗剑宗到之后的遭遇，包括天生绝脉、退出宗门，全都被他们调查得清清楚楚。说说吧，你们有什么看法？这大罗剑宗的确过分，但可以理解，一个天生绝脉确实没有重点培养的必要。但也不能卸磨杀驴啊！这10年鹿晗在大罗剑宗过的那叫什么日子？我们还只是调查的只言片语。事实上，鹿晗这10年遭受的奚落和嘲讽，寻常人早他娘的离开大罗剑宗那鸟宗门了。几天前，鹿晗还只是炼气巅峰，这也符合天生绝脉的特性，无法获得灵力。但现在他是金丹后期巅峰，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短短的几天时间，一个天生绝脉从炼气突破筑基再结丹，再冲击到金丹巅峰，这速度古往今来，哪怕是9州9地也无一人可以做到。而且鹿晗还有剑意，大家都不用装。9王宴上鹿晗的剑意虽然被秦武瑶那丫头立刻镇压了，但绝对不会错。当初千里覆雪的人就是鹿晗，而且还是会员剑体，天生就是剑修。如此逆天的成长速度，搭配会员剑体以及那恐怖的剑意，鹿晗如果成长起来，那该有多恐怖！不需要太长时间，鹿晗就能登临9州之巅。说得好，但鹿晗的经历也注定他不会答应加入任何宗门或者势力，你们就别想打这个主意了。听到严天星的话，曹元几人立刻就蔫了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天机楼会让秦武瑶接近鹿晗的原因，而且还是在鹿晗下山的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他。你们别忘了天机楼玉姬子是干什么的？天机楼的玉姬子算人事，知天命，通晓古今，定然是算出了什么。没错，但即便如此，瑶瑶那丫头也没有拉拢鹿晗，而是与其交好。这个做法很聪明，我们也要如此。无法让鹿晗加入九黎，那就绝不会让他成为我们的敌人。其他几人对视一眼，立刻就明白了严天星的意思。
现在我们需要和鹿晗打好关系，等鹿晗成长起来，我们这些与鹿晗交好的人自然跟着沾光。近年来，黄泉圣地和我们九黎圣地水火不容，黄泉圣地势力日渐强大，如若不是瑶池帮衬，怕是黄泉圣地早就杀过来了。关键时刻万万不可暴露鹿晗的天赋，否则黄泉圣地肯定会派人来暗杀他。所以你们几个就不要在这里久留了，以免引起黄泉圣地探子的注意。倒也在理，那我们就先回去做准备，培养鹿晗的事情就交给天心你了，需要什么资源你就开口。其余几人也纷纷附和。晚上吃饭的时候，几人就已经离开了。饭桌上，鹿晗没什么心思吃饭，看向严天星问道：“严老板，那个醉仙酿能不能再给我来点？”不行，醉仙酿虽然还有一点，但你体内的酒力还未完全吸收，短时间内再喝恐伤根骨。你在我这天道盟待着，醉仙酿少不了你的。本来还想着用什么理由留住他，这机会就来了。这货嗜酒如命，只要有醉仙酿在，他就不会走。也行，反正我也没地方去。死酒鬼，就为了一口酒，你就这么留在这了？瑶瑶，你呢？反正我最近也没事，我也好久没来严姨你这了，就顺便玩一玩。你这丫头久居天际楼，多半也闲出鸟了。既如此，就留在我这吧。至于鹿晗，你金丹后期巅峰，想不想进阶元婴？想啊！金丹突破元婴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参悟，别无他法。确实如此，但顿悟也有个讨巧的办法。秦武瑶起初还很迷茫，但忽然想到了什么，诧异道：“你是说红莲洞天？”没错，就是红莲洞天。我要带鹿晗去红莲洞天，以他的天赋，在红莲洞天的感悟过程应该不会太难。一旁的鹿晗听得有些迷糊，也不知道这红莲洞天是什么地方，似乎是看穿了鹿晗的疑惑。严天星解释道：“九州之大，存在很多远古遗迹，仙人洞府红莲洞天便是其中之一。当初在红莲洞天修炼的古修，在飞升之后，洞府内残留下的道运经久不散，只要在里面修炼参悟，道运加深，顿悟的成功率要大得多。”原来如此，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鹿晗听到有这么好的地方，立刻兴奋了起来。只要我突破到元婴，凭借双寒剑意的加持，哪怕是对上元婴后期也不虚。至于元婴之上的化神境，在我的剑招图神下一剑一个。今日休整休整，明日一早便出发。明天的话也可以，那今天可以给我一些酒吗？不要醉仙酿，就昨天酒王宴最开始喝的那种就行。那种酒倒是有不少存货，我让人送去你房间。对鹿晗的要求，严天星几乎是有求必应。吃过饭后，鹿晗兴奋的直接就窜了回去，关上房门开始唱。他当然知道秦武瑶和严天星为什么对他这么好，自然是看中了他的成长速度。但鹿晗无所谓，反正他不会答应加入任何势力，是敌是友他还分得清楚。很快一坛子酒喝完，鹿晗看着系统提示的修为奖励一条接着一条，大脑也逐渐接近了极限。在酒劲的冲击之下，鹿晗直接倒头就睡。当他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第一时间就是关注系统提示。只见提示上写着：“恭喜宿主成功宿醉一次，获得宿醉奖励吃龙宝奖。”鹿晗眼前一亮，这是系统第一次给食物。在获得奖励的一瞬间，鹿晗就感觉到自己衣服里面多了一层宝甲。玄阶宝甲，不知道防护效果到底好不好？不想了，既然是系统奖励，那应该不会太差。就在此时，一阵敲门声响起，紧接着就是秦武瑶的声音传来：“鹿晗起来了吗？吃过早饭后，我们就要出发了。”甘棠花醉3000克，奇迹双寒14周。吃过早饭后，我们一行人便驾着飞剑前往了红莲洞天。途中，我忍不住好奇地问道：“我啥时候能飞？”金丹就可以。鹿晗一愣，因为他现在就是金丹。秦武瑶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继续补充道：“严格意义上来说，解5道金丹就可以凭借灵力短暂滞空，到了元婴境之后就可以短暂飞行了。只不过速度慢，消耗大，而到了化神，以神御气方能遨游9天，御物则更为省力。”原来如此。再往前走就能到红莲洞天了。这里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九黎圣地的边界，但因为和黄泉圣地接壤，所以时常发生大小摩擦。黄泉圣地也会送弟子进入红莲洞天参悟，但是不必担心，这么多年大家已经形成默契，在红莲洞天内就算相遇了也不会动手。下一刻，我们便来到了红莲洞天的内部。此时，严天星一脸郑重地说道：“这里面只需要注意一点，千万不可触碰红莲结火，否则神仙难救。连化神期都搞定不了吗？就算是化神期的修士，也抵不住红莲结火的焚烧。”按照严天星的话来讲，不幸沾染到红莲结火，便会如枯骨之躯般无法挣脱，最终被结火吞噬，化为齑粉，必死无疑。越往深处走，红莲结火的数量就越多，也越来越密集。我指着深处那个被红莲结火覆盖的洞口问道：“那里面是啥？”不知道，没人进去过，或者准确来说，是这么多年根本就没人进得去。那密密麻麻的红莲结火，就是亘古不灭的屏障，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抵御。找个地方开始修炼吧，我来负责警戒。瑶瑶，你没事的话，也在这里修炼，事半功倍。鹿晗点了点头，随意的找了个位置坐下，看着距离自己最近的红莲结火，忽然感觉体内的双寒剑意似乎蠢蠢欲动。他悄悄伸出一根手指，将一缕双寒剑意向着红莲结火释放而出。下一秒，那朵被双寒剑意覆盖的火莲灭了。这一瞬间，鹿晗都懵了。
方才严天星讲解红莲结火的时候说的那么恐怖，为什么我随手一缕剑意就灭了？想到这里，鹿晗扭头看向深处没人进去过的洞口，就是因为有火莲阻隔，没人敢进去。如果我可以灭火，岂不是随便进？别看了，虽然传说红莲洞天深处是古仙的道场，秘宝无数，但时至今日死了不知道多少修士，也没人进去过。灭了火不就能进去了吗？严天星无奈地摇了摇头道：“跟你说了半天白说了，这火莲是无法被任何形式扑灭的，无数修士都尝试过了，你还是老老实实抓紧时间修炼吧。”鹿晗看了看方才熄灭的火莲的位置，犹豫道：“可是刚才仔细看空中的那些七彩丝线，那些就是古仙残留的道韵，这也是为什么在这里修炼顿悟效率加倍的根本所在。”鹿晗立刻就被七彩丝线吸引了注意力，因为七彩丝线太过纤细，所以方才竟没有第一时间看到。行，先修炼，等我突破到元婴之后，再到那个洞口里面去看看。鹿晗闭上双眼，很快就进入了内定状态。他无法通过修炼来获得灵力，所以全身心的投入感悟，以身化神洞观大罗天象，企图捕捉那一丝天道气息。就在此时，此处山谷里走进来一帮人，最惹眼的是4名中年人中间和秦武瑶年纪差不多大的一名女孩。秦武瑶。秦武瑶自然也认出了对方，她是瑶池圣地的圣女，阎洛则是黄泉圣地的圣女。与此同时，阎洛身边的一名男子眉头忽然一蹙，看向严天星。严天星，好久不见。他咬牙切齿，似乎和严天星有什么深仇大恨。严天星自然也看到了对方。冤家路窄。此时的洞天内气氛有些古怪，很多小势力纷纷躲在一旁看起了热闹。瑶瑶唤醒鹿晗，我们走。严天星话音刚落，那名男子忽然动手，一道雷光乍现，不顾一切的丢了过来。严天星只来得及丢出一道罡气护着鹿晗，他自己则被爆炸锅推了。好在并未沾染结火红莲。雷泰，你特么疯了，要打去外面打。雷泰身边的一名男子吓了一跳，他们不是打不过严天星，但这里是红莲洞天，遍地都是火莲，真要在这里打起来，一不小心踩到一点，就算是化神境的他们也要死。我不管，我一定要杀了他。这么多年他躲在九黎腹地，我找不到机会，今日千载难逢。那也要等出去再打，这里一不小心沾染到火莲，你也要死。我们4大判官同仇敌忾，这严天星插翅难逃，就算有秦武瑶帮忙，也无济于事。雷泰眉头一蹙，脑子简单的他仔细想了想，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这里就一个入口，他们只要在外面死守，严天星绝对跑不了。但是在这里面直接开打，那生死就看运气了。就当他要松口气的时候，突然异变突生，四周空气中游走的道韵竟然自主的向着鹿晗汇聚而来，不断的覆盖在鹿晗身上。原本细不可见、不易察觉的道韵，此时因为疯狂的聚集覆盖，让鹿晗整个人都逐渐闪烁起了七彩光芒。原本还劝慰雷泰的男子双眼盯着周身七彩道韵闪烁的鹿晗，忽然话锋一转。难怪严天星会亲自带他来红莲洞天，此死绝不可留。严天星也是惊诧不已，千百年来，鹿晗还是第一个在红莲洞天内有这种表现的人，连古仙残留的道韵都可以吸收。你小子可害苦我了，当着黄泉圣地这帮孙子的面表现，这不是自讨苦吃吗？砰的一声，严天星抽出自己的佩剑，周身灵力轰然爆发，看着黄泉圣地众人寸步不让。鹿晗当下这个阶段，他也不敢强行唤醒他。动手！黄泉4大判官齐刷刷冲了上去，秦武瑶一个闪身就出现在严天星身边，共同面对黄泉圣地4大判官。瑶池和黄泉并无仇怨，他们大抵不会杀你。等鹿晗顿悟完，你找机会带他走。严姨，那你呢？我没事，不用管我。严天星说完不退反进，踏步而出，曼妙的身姿舞动之间，剑气纵横交，几乎覆盖了整个洞口。就在我吸收古仙留下来的道韵时，黄泉圣地的4大判官突然杀了过来，严天星不得不以1敌4。秦武瑶赶忙来到我身旁为我护法。约莫半炷香之后，秦武瑶敏锐地发现我身上的道韵逐渐渗透而入，空气中弥漫的道韵也几乎看不到了。他似乎并没有突破元婴的迹象，难道只是在吸收道韵？这是什么操作？前方的战局越来越激烈，严天星也感觉越来越吃力，恍惚间发现面前和他缠斗的4人只剩下了3个。瑶瑶小心，地形先杀过去了。就在这时，鹿晗一名男子手持长棍从地底钻出，朝着鹿晗的脑袋砸去。恰在此时，鹿晗刚刚苏醒，来不及兴奋就被秦武瑶绊住。一击不中，男子想继续追击，却看到秦武瑶和鹿晗滚到了一大片火莲丛中，结果瞬间蔓延开来，男子的脸色一白，惊惧的后退。这2人沾染了火莲，必死无疑。地形先想到这，立即转身回去继续对付严天星。严天星看到这一幕，睚眦欲裂，一剑震荡强行自己则飞身后退，迅速的退到鹿晗和秦武瑶身边。可面对红莲结火，他也没办法。灼烧的痛苦让秦武瑶和鹿晗都十分痛苦，结火疯狂的吞噬着2人。好在鹿晗回过神来，猛然抱住秦武瑶，接着双寒剑意爆发，噗的一声，2人身上的结火瞬间熄灭。严姨，跟紧我！不等严天星回答，转身向着被无数火莲堵塞的洞口飞去。严天星都懵了，瞪大了眼睛。鹿晗竟然可以扑灭红莲结火！严天星来不及犹豫，一咬牙贴着鹿晗和秦武瑶的身形跟了过去。双寒剑意笼罩的3人速度极快，所过之处红莲结火流动熄灭。4大判官也是看得满脸懵逼。那小子吸收了道韵，还能扑灭红莲结火，
传闻那洞穴深处是古仙道场秘宝无数，跟过去，此子不能留。那道场内的秘宝也必须是我们的。仇恨加上贪婪，四大判官毫不犹豫跟了过去。鹿晗三人有双寒剑意附身穿梭而过，而他们只能小心翼翼，踩着鹿晗三人快速通过时留下来的痕迹往深处挪。鹿晗三人冲出洞口后，来到一处巨大的视厅内。你小子竟然能扑灭红莲结火！运气罢了，刚才那些人是咋回事？怎么好端端的打起来了？此时鹿晗完全还没搞清楚状况。黄泉圣地的人，于是严天星将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四大判官都是化神境，对，都是化神，除非这里还有别的出口，否则我们这一趟的处境就要被瓮中捉鳖了。听到严天星的话，鹿晗反而满脸的兴奋和古怪。如果是4个化神，那就不用跑了，咱能一剑屠神。想到这里，鹿晗立刻拎着寒剑降狱，盯着身后的洞口。你干什么？他们若是跟进来，就杀了他们。如果不是我拥有双寒剑意，刚才自己和秦武瑶就已经死在红莲结火之下了，生死之仇必报。杀你个头！那4个家伙是黄泉圣地的4大判官，全都是化神境，我对上他们也只有被杀的份儿。这里似乎真的是古仙曾经修炼的道场，周围还真说不定能发现秘宝。就在此时，一旁的秦武瑶忽然兴奋道：“此言一出，鹿晗顿时被吸引了注意。四周有些货架一样的摆设，上面都是些瓶瓶罐罐。鹿晗兴奋地和秦武瑶在周围开始探宝。一番寻找后，秦武瑶叹息道：“好可惜，这些瓶瓶罐罐基本都是空的，偶尔有些里面有东西，也因为时间太久而失去了药力。”就在这时，鹿晗手中的瓶子里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药香。我去，这什么丹药这么香？听到鹿晗的惊呼，严天星忍不住凑了过来。这是已经失传的元婴丹，远古时期的元婴丹的丹方早就失传了，现在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元婴丹，这也是目前很多人卡在金丹期的主要原因。这里面有10几颗，我吃1颗应该就能进阶元婴了。说到这里，严天星忽然古怪地看向鹿晗，还没来得及问你，刚才你在外面干了啥？为什么吸收了那里的道运，但却没有突破元婴？我也不是很明确，那些道运倒是被我收集起来了，只不过暂时还不知道作用。它们融入了我的神魂，可以随意调用。说着，鹿晗另一只手张开，丝丝缕缕的七彩道运很快就凝结成一个团，出现在鹿晗的掌心，缓缓地旋转着。收起来吧，你之所以无法使用，是因为你现在境界太低，还达不到操控道运产生作用的境界。一同被鹿晗收起来的还有元婴丹，他没有现在去吃，外面那几个家伙随时会跟进来，也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破。就在这时，另一边的秦武瑶小声嘀咕道：“这个古仙不会也是个酒鬼吧？”听到这话，鹿晗连忙跑了过去。当他看到墙角摆放着一个个杂乱的酒坛子时，也忍不住感叹道：“若是能留下来一坛子，那该多好！古仙留下来的美酒，放到现在至少也是1000年佳酿啊！”鹿晗不甘心的在酒坛子里面翻找，没想到还真被他找到一坛不是空的。他用手在里面抠出一小口黏糊糊的白玉膏一般的东西。酒膏？什么是酒膏？我也只是在一些古籍中看到过记载，一些古酒年代久远之后会逐渐形成酒膏，比烈酒更烈。鹿晗想了想，直接一仰头，将酒坛里的那一小口酒膏送进嘴里。酒膏入口，瞬间当即炸开，雄浑的酒力冲击而入。鹿晗直接脑子一猛，呆在地。意识沉沦前的最后1秒，他听到了系统提示音：畅饮1000年酒膏，获得修为1000年。这小子怎么说喝就喝？严天星说着便上前查看鹿晗的状况。严姨，他怎么样了？酒力冲击之下彻底醉了，但奇怪的是，这小子丹田内的灵力在疯狂的滋生。此时严天星都懵了，正常修士想要获得灵力，只有通过修炼，而鹿晗丹田内的灵力仿佛凭空产生，现在随便暴涨一下，都是别人苦修几年甚至数十年的修为。难道灵力来自于刚才的酒膏？那酒膏那么夸张吗？严天星立刻就摇了摇头。那酒膏本身并不特别珍贵，佳酿而已，只是存放年代久远成了酒膏，但充其量也只是美酒，并无灵力。就在二人琢磨鹿晗丹田内的灵力从哪来的时候，突然周围的8灯盘龙不火热向着鹿。秦武瑶吓了一跳，想要上前将鹿晗拉开，却被严天星阻止了。这些能量在帮助鹿晗扩展丹田识海，强化肉身。就在这时，鹿晗的身边甚至身体之上竟然开始绽放出一朵朵红莲结火，顷刻间就将鹿晗吞没。红莲结火环绕鹿晗周身，却未造成丝毫灼烧，诡异的场面让严天星二人面面相觑。这结火怎会对他毫无伤害？诡异景象并未持续太久，片刻后，鹿晗周身的红莲结火顺着他的衣襟收缩，最终尽数退回其体内，仿佛从未出现。严天星刚想上前查看鹿晗的状态，一声狂笑声突然闯入。这里果然是古仙道场，此乃我黄泉圣地的造化。严天星闻声望去，黄泉圣地的4大判官已然闯入，他们身后还跟着圣女颜露。与此同时，4人也在看着严天星和秦武瑶。秘宝多半被他们搜刮过了，杀了他们。颜露，你去附近继续搜集，不必插手这边。几人来时是踩着鹿晗先前留下的火莲缺口，一步一挪的进来，消耗了不少功夫。此刻他们认定场内的宝物已被严天星3人取走，严天星3人此刻在他们眼里早已是必死之人。你们要杀我可以，但秦武瑶是瑶池圣地圣女，你们若动了她，可曾想过后果？杀你儿子的是我，与他们无关。
严天星边说边用余光瞥向昏迷的鹿晗，他只盼鹿晗能尽快苏醒。凭他的建议，三人或许还有突围的机会。杀了尔等，谁能知道是我们做的？方才洞天内修炼的那几个宗门的人，我已经派人拦截斩杀，放心，谁也不会知道的。四大判官不再废话，齐齐朝严天星扑去，目标很明确，就是先击杀严天星，再除秦武瑶，最后处理毫无威胁的鹿晗。严天星无奈，只能打起12分精神迎战四大判官。秦武瑶别看但说也是化神境，虽然只有初期，但天机楼手段诡异莫测，终究是第二。没过多久，严天星和秦武瑶便被压制得喘不过气，身上已添了好几道伤口。严姨，小心他们的合围。空妹古前起，古前浮空后滴溜溜震荡，瞬间化作一道银白屏障挡在二人身前。四大判官的攻击砸在屏障，大厅轰隆震，屏障却纹丝不动。空妹古前，玉姬子倒真舍得给你这丫头，但没用，尔等今日必葬身于此。四人迅速站定方位，周身灵力翻涌，显然要出杀招。秦武瑶脸色发白，空妹古前防护虽强，可他境界不足，撑不了多久。他与严天星对视一眼，眼底满是不甘。就在此时，躺在地上的鹿晗忽然睁开双眼，眼神还有些迷糊。他记得自己喝了酒高醉倒，也记得获得了1000年修为，却不知醉了多久，脑袋里竟无半分宿醉的后遗症。恭喜宿主成功宿醉一次，获得宿醉奖励仙法万剑归宗。仙法？难道宿醉奖励和酒的年份有关？鹿晗刚想细想，余光便扫到了战局。严天星和秦武瑶此时身上带伤，气息杂乱，四大判官正蓄势待发。鹿晗站起身才发觉身体与先前大不相同，神魂中既有双寒剑意，又有结火剑意，二者水乳交融，竟无半分冲突。四大判官瞥了眼鹿晗，满是不屑。一个金丹小辈也配凑着热闹？鹿晗未理会四大判官，却突然盯住了不远处的颜洛。他正从自己先前醉倒的酒坛旁拎起一壶造型精美的酒壶，壶中是清亮的液体，并非酒膏，显然是极品美酒。一口酒膏就给了1000年修为，这壶酒要是到手，那岂不是？嘿嘿。颜洛瞥了眼酒壶，没当回事，随手就收进了储物袋，继续低头寻宝。鹿晗心头一急，拎着降玉就朝颜洛走去。好东西可不能被浪费了。鹿晗危险，快回来！四大判官中的雷泰见鹿晗无视自己扑向颜洛，怒喝一声，挥舞着双锤闪身拦在鹿晗身前，对着他当头砸下。小辈找死！鹿晗吃了一惊，他虽然可以秒杀化神，但对方的速度显然比他要快得多。鹿晗可以秒杀对方，对方也可以秒杀鹿晗。想到这里，鹿晗毫不犹豫，抬起降玉对着雷泰就踢出了剑招屠神。降玉剑泛起紫黑色光芒，看似简单的一挥，可雷泰却浑身汗毛炸起，一股强烈的死亡威胁袭来。他下意识转攻为守，双锤交叉挡在身前。雷泰这家伙搞什么鬼？捏死个金丹还要格挡？下一秒，所有人都僵住，降玉如切豆腐般将雷泰的玄阶双锤被直接切开。雷泰脸色大变，想到退，却发现周身时空4倍制，根本中不。护体罡气，护身宝甲。金甲虚影在雷泰身上浮现，可这一切都是徒劳。雷泰直接被降玉切成了2半，整个大厅瞬间死寂。电光火石间，一个金丹境的小辈竟一剑斩杀了化神境的雷泰。四大判官剩下3人傻眼，严天星和秦武瑶也忘了动作，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鹿晗身上。没想到一剑屠神的效果如此炸裂，规则层面粉碎任何防御，只取本体性命，效果比想象中的还要好。颜洛看着雷泰的尸体，瞳孔的一缩，他虽为元婴巅峰，却在鹿晗身上感受到了刺骨的死亡气息。他下意识往后退了2步，鹿晗则是目光紧盯颜洛，盯着降玉再次朝他冲去，眼中只有那壶被收进储物袋的美酒。小辈休伤圣女。判官甲不敢大意，一出手便是杀招，想凭化神境修为直接镇杀鹿晗，可鹿晗更快，手腕降玉再次泛起紫黑色光芒，无神剑招再出。那判官如雷泰般浑身汗毛倒竖，死亡的恐惧压过了所有念头。他下意识放弃攻击，抬手格挡，可这本能的防御毫无用处。降玉剑刃，他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便当场暴毙。这小辈有古怪，走！剩下2位判官彻底慌了，他们没有想到一个金丹境的小却能瞬间秒杀2位判官。严天星这时来到鹿晗身旁，看着地上2具判官尸体，彻底傻了眼。同为化神境，我若与鹿晗为敌，怕也是同样的下场。鹿晗没理会严天星，依旧追着颜洛。拿着玄铁折扇的判官看出鹿晗的意图，咬牙停下脚步，手中玄铁折扇展开，挡在甬道口。你带圣女快走，我来拖住她。另一位判官知道事情的紧急，也顾不上多言，拽着颜洛就往甬道冲，然后小心翼翼地踩着来时的路折返。此时此刻，他们肠子都悔青了。鹿晗见颜洛要逃，双寒剑意骤然爆发，想带酒走没门！你想动我家圣女，先过我这一关。他声音颤抖，心里的恐惧早就占据了大脑。鹿晗瞥了他一眼，直接一记屠神，错身而过。那判官连反抗都没来得及反抗，就倒地而亡。甬道内的判官和颜洛看到拦路的判官瞬间被杀，吓得魂飞魄散。妈呀，这是个什么怪物？颜洛回去之后一定禀告圣主，这怕是九黎圣地早就准备好对付我们黄泉圣地的秘密武器。仅剩的那位判官见势不好，也步步的火焰焚身的危险，抱着自家圣女就往外跑。到了甬道出口，那位判官已是强弩之末，他猛地将颜洛往前一甩。跑，快跑！颜洛被甩出甬道，落在外面的空地上，而那判官则是一头栽进红莲间，瞬间化为了灰烬。颜洛没有半分停留，转身就跑。四大判官已死，就算鹿晗不杀他，严天星来了他也活不成。
九离圣地，这仇我阎罗记下了。鹿晗冲出洞口，看着阎罗的背影，又回头瞥了眼甬道，他抬手对着甬道一挥，甬道内的红莲结火刹那间消散，露出石洞通道的原本模样。严天星和秦武瑶正小心翼翼地躲在甬道里，看到这一幕，大脑彻底宕机。平日里吊儿郎当的酒鬼，竟有这般恐怖的实力，四大化神境的判官没一个扛得住他一剑。鹿晗看着山谷里狂奔的阎罗，眉头一皱。我虽然可以屠神，可实力毕竟只是金丹境，以我的速度肯定是追不上阎罗的。想到这里，鹿晗狠狠地将降玉插入地面，双寒剑全力覆盖了天上，将整个山谷彻底。我看你还往哪里逃？阎罗回头瞥见漫天冰霜剑意裹挟着灼热火焰炸开，整个山谷瞬间被倾覆，周身飘忽不定的结火让他不敢轻易挪动。见阎罗速度减缓，鹿晗眼前一亮，拎着降玉便冲了上去。此时洞口的严天星与秦武瑶刚探出头，望着眼前如天威般的恐怖景象，二人再次傻眼。这真的是金丹境能搞出来的动静。眼看鹿晗逼近，阎罗浑身汗毛倒竖。他连四大判官都能随手镇杀，我能挡住他的攻击吗？想到这里，阎罗本能地发出一击应对。鹿晗刚冲到近前，阎罗便挥动判官笔，挥洒出一枚巨大的墨色符文，朝着鹿晗当头砸下。糟了！鹿晗脸色骤变，此刻他才反应过来自己犯了个愚蠢的错误。他能秒杀化神，却无法秒杀元婴，而元婴境的阎罗完全能轻易弄死他。我特么要阴沟里翻船了！鹿晗瞬间止不想躲，可墨色符文实在太大，根本避不开。就在这危急时刻，鹿晗的身体微微一震，一条黑色巨龙突然从他胸口钻出，震碎符文，巨大的身躯盘旋着将他护在中间。只龙宝甲！对面的阎罗看傻了，刚赶到的严天星和秦武瑶也傻了。他不仅能镇杀化神，还有巨龙护体，这到底是什么怪物？鹿晗不敢耽搁，他不确定赤龙能抵挡阎罗几次攻击。他踏步而出，双寒剑与结火焰瞬间收缩，化为一股冰火罡风将阎罗包围。剑招屠神，无法秒杀元婴，贴脸只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保险起见，只能用剑意绞杀了。冰火交织的罡风很快淹没阎罗的身体，凄厉的惨叫声响起，片刻后惨叫声消失，阎罗的身体被烧成焦炭。弱肉强食，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与那几个判官是一路，我们便是敌人。你还抢了我的东西，我杀你不过分。鹿晗自我安慰一句，随即拿起阎罗的储物袋。秦武瑶快步上前，神色焦急。黄泉圣女死了，严姨，我们快离开这里。不着急，这样你们二人回红莲洞天，把没搜刮的都搜刮一遍，任何宝物都不能错过。我在外留守，有动静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秦武瑶对宝物本就没兴趣，他的身份从不缺这些，于是转头看向鹿晗。肯定要搜刮，要是有至宝没捞到就走，比杀了我还难受。二人随即折返，再次进入红莲洞天。洞外，严天星望着山谷关口那些各大势力的守门员，他们正探头探脑的看着热闹，他的神色逐渐冷彻，缓缓抽出了长剑。另一边，红莲洞天内，鹿晗二人翻找半天，别说法宝丹药，就连第二壶酒都没发现。本以为能再搜刮点好东西，结果啥都没有。他无奈叹气，转头便见秦武瑶面露迟疑，似有话要问。鹿晗，你刚才是怎么回事？你指的是杀死四大判官，还是掌控红莲结火？都算，你怎么能掌控这里的红莲结火？鹿晗盯着秦武瑶看了半晌，才缓缓开口。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喝了酒高后就昏睡了，昏睡中发生的事全然不知，醒来时就继承了古仙的结火剑意。至于怎么杀的四大判官，鹿晗没有解释，也没办法解释，就索性略过。秦武瑶聪慧的没有追问，也不在这件事上纠结。刀剑无眼，以后不要那么冲动了。你很强，但你要更重视你的天赋，你不应该因为冲动而发生意外。秦武瑶的话让鹿晗心头一震，上一次有人这般叮嘱他珍惜天赋，还是小时候被苏月玲抱在怀里时。明白。事实上不用秦武瑶提醒，鹿晗也知道今天的战斗有些冲动。他的确可以秒杀化神，但化神也可以秒杀他。今天如果不是因为先镇杀了吴刚，强烈的反差让其他三个判官乱了阵脚，鹿晗也不会那么轻松。最危险的还是面对阎罗，今天若不是有赤龙守护，他可能都要阴沟里翻船被弄死。想到此处，鹿晗神念沉入神魂，研究起了万剑归宗。此仙法竟能操控百里内所有无主之剑，不对，真正的好剑怎会无主？鹿晗心念一动，尝试催动仙法，神念中瞬间浮现出百里范围的剑图，不仅能感应无主之剑的位置，还能辨别其品质。忽然他神色一凝，没想到大厅的地下居然藏着一把无主之剑，看样子品质不低。他下意识伸手，脚下地面突然轰然炸开，热浪裹挟着一柄通体暗红的长剑迸发而出，被鹿晗稳稳地抓住剑柄。这柄剑与寒剑降玉的属性竟然截然相反，且与结火剑意完美契合，显然也是古仙遗留的兵器。鹿晗望着剑身，心中生疑。传闻红莲洞天是古仙飞升后遗留的洞府，可结火剑意、贴身兵器乃至外界道运都未带走。再看古仙匆忙收拾的残局，哪像飞升，倒像是卷铺盖跑路，丢盔弃甲。一旁的秦武瑶盯着长剑，好奇地问道：“这是啥？”古仙留下的，他叫炎刃焚天。又是古仙留下的。秦武瑶面色古怪地看着鹿晗，这家伙的福源实在恐怖，不仅吸收道运，获得结火剑意，如今连古仙兵器都收入囊中。此刻的鹿晗，双寒剑意与结火剑意一冰一火，寒剑降玉与炎刃焚天亦是一冰一火，两把武器与两种剑意完美契合，堪称逆天啊！
二人又在洞天内搜了2圈，确认无其他收获后，才动身离开。洞外的严天星见二人出来，便随口问道：“搜完了，那我们回去吧。”说着将佩剑放大，裹挟着鹿晗与秦武瑶跃了上去。鹿晗未曾多想，秦武瑶却若有似无瞥了眼山谷关口，他心中清楚，此刻关口怕是已无活口。次日，天道盟，鹿晗服食元婴丹，立刻进阶元婴，就在这悟道台上，我来为你护法。这正合鹿晗的心意，他点头应下，随即话锋一转，眼中满是期待。严姨，你这里有年份高的酒吗？越高越好。鹿晗已摸透系统规律，酒的年份越高，宿醉奖励似乎越丰厚。严天星瞥了他一眼，无奈答道：“你小子还真是嗜酒，不过我对酒的品质要求高，不太关注年份。我这里最好的就是最鲜酿。”这样啊？严天星看鹿晗垂头丧气的，便补充道：“你如果只追求年份的话，我倒是知道哪里有高年份的酒。”哦，哪里？大前王朝。鹿晗表情一僵。大前王朝，梁少宇好像就是大前王朝的太子，也是将来覆灭大罗剑宗的那个王朝。严天星看鹿晗呆愣着，以为他不知道，便补充道：“一个小王朝而已，你若有需要，带我天道盟阎罗令前去，我让大前皇祖亲自接待你。”行，突破元婴后，我去看看。大罗剑宗的兴衰与他无关，他早已脱离宗门，不愿再卷入纠葛。但那高年份的酒必须拿到手。对了，严姨，大前王朝为啥会有高年份的酒？大前王朝建立于古城废墟遗址之上，那是被无数修士搜刮后的废墟。大前王朝建立之后，发现了一个酒窖，里面有古酒，我去尝试过，一般般，但年份绝对够。至少1000年，还是酒窖，那估计有不少啊。鹿晗眼睛瞬间一亮，这意味着大概率有不少存货。严天星身为爱酒之人，看重的是酒的品质，可鹿晗不同，他只需要年份，品质如何根本不重要。随后，严天星带鹿晗前往悟道台。服食元婴丹，然后呢？这里面有什么门道没有？突破的步骤是啥？最大的难点是感悟，但你有元婴丹不用费心。另一个问题是灵力供应，你也足够，所以没什么特别步骤。鹿晗这才放下心，盘膝而坐，内是丹田。正如严天星所说，他的灵力储备远超常人。正常金丹修士的丹田识海如小池塘，而他的殷红莲洞天的拓张已成浩瀚汪洋，千年灵力在其中如海浪般起伏。武道金丹悬浮于海面，掌控着所有灵力。幸好丹田被扩张了，不然那千年修为，我怕是要爆体而亡了。鹿晗深吸一口气，将元婴丹吞入腹中，丹药入口即化，化为一股精纯药力，直奔丹田。随着灵力不断涌入，武道金丹的颜色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凝实。原来这就是破而后立。灵力持续灌入，武道金丹逐渐饱和，表面浮现出细密裂痕。咔嚓一声，武道金丹应声崩碎。可其中的真元并未散逸，反而浓缩成一个婴儿模样的鹿晗。悟道台旁，严天星与秦武瑶正静静护法。鹿晗突破元婴的瞬间，二人便感应到，对他而言，突破元婴果然简单。有元婴丹加持，突破本就容易。就在这时，他们发现鹿晗突破元婴之后的气息并未沉淀下来，而是继续节节攀升，反而从元婴初期飞速飙升，眨眼间到了元婴中期，紧接着又突破至元婴后期，最终稳定在元婴后期巅峰。严天星与秦武瑶对视一眼，齐齐咽了口唾沫。刚突破元婴就到后期巅峰，天下间还有这么修炼的？秦武瑶虽早从师父玉姬子口中知晓鹿晗身负统御9州的福缘，也见过他诸多诡异事迹，可此刻依旧觉得难以置信。几天前初见鹿晗时，他还只是炼气境，如今不过数日，竟一路突破至元婴后期巅峰，这也太夸张了吧！严天星忽然看向秦武瑶，语气笃定地说道：“如果我没猜错，是玉姬子那老家伙让你接近鹿晗的吧？”秦武瑶尴尬地挠挠头，没有否认。哎，你师傅算尽天机，能第一时间发现鹿晗的天赋，倒也正常。恐怕就算是你师傅，也决然想不到鹿晗的天赋会如此逆天吧。这时，鹿晗慢悠悠睁开双眼，对自己的突破成果十分满意。他抬头看向二人，语气轻松地问道：“严姨，瑶瑶，突破化神需要什么条件？”闻言，两人直翻白眼。严天星没好气地说道：“你就歇着吧，想要突破化神，只能靠感悟。我相信你的天赋，但你现在虽然是元婴后期，可化神关乎神魂，境界不稳的情况下，就算是突破，也是后患无穷。”也对，一口吃不成大胖子，还是一步一步来比较稳当。听了这话，秦武瑶和严天星恨不得上去揍他。一口吃不成大胖子，你现在这表现可比一口吃成大胖子要夸张多了。哪有人刚突破元婴，还没睁眼就元婴后期巅峰的？唉，人比人气死人，不是要去大前王朝吗？滚滚滚，赶紧滚！严天星嫌弃地摆着手，但还是丢出来一物交给了鹿晗。这便是阎罗令了。阎罗令只有9离圣地10殿阎罗有资格发放，见到阎罗令就相当于阎罗亲临。听完严天星的介绍，鹿晗眼前一亮，有种尚方宝剑的感觉。这样的话，我岂不是可以在天道盟的管辖区域内横着走了？尚方宝剑是啥法宝？不过以你现在的本事，就算是没有阎罗令，你也能在天道盟横着走。严天星心里清楚，鹿晗随手就能镇杀化神境的4大判官，这天道盟范围内不管是大小宗门，就算是他自己对上鹿晗，怕是也难逃被镇杀的下场，哪还需要阎罗令？倒也是，苏月玲卡在元婴后期巅峰多年，都无法突破到化神。离开大罗剑宗后，这么短的时间，我就从当初那个被整个大罗剑宗厌弃的废物，成为现在的元婴后期巅峰大佬，真是世事难料啊！
想到这里，鹿晗忽然好奇地问道：“对了，严姨，十殿阎罗这称呼怎么听着像皇权圣帝的？”十殿阎罗只是绰号，和你杀死的判官不同。判官是皇权圣帝的职位，九黎圣帝并无十殿阎罗这个职位，只是外界盛传而已。阎罗令以前也各有名字，比如天道盟的就叫天道令。听严天星解释完，鹿晗与秦武瑶便出发前往了大前王朝。这次没有严天星同行，但秦武瑶身为化神境也有代步法宝，那是个月牙形银色环状法宝，一看就是女孩子用的。这是你的武技？你先前的武技不是那个铜钱吗？通美古钱和飞跃环都算是我的武器。另一边，红莲洞天内，一名戴白色鬼面的男子正低头看着地上阎罗的焦炭尸体。是洛洛。虽看不见他的表情，但声音里的颤抖与嘶哑，蓝眼滔天怒火。周围都查过了，关口各宗门留守的弟子全死了，4大判官也死了。红莲洞天里找到了他们的尸体。红莲结火不知为何熄灭了，洞天内的通道有人进去过，里面的东西都被搜刮空了。鬼面男子双眼微眯，看向红莲洞天的方向，深吸一口气后缓缓开口：“这山谷里有2股剑意的残留气息。”剑修，圣主，如果是2位强大的剑修，为何忽然发难，抹杀我皇权圣女？4大判官甚至都无法逃脱。我查看过判官的伤势，一击必杀，对方的实力至少是大提境。难道是九黎圣地的奸秀？他们好大的胆子！可听完他们的话，鬼面男子却摇了摇头。九黎圣地拥有剑意的剑修，我或多或少都交过手，但这2股剑意却分外陌生。可如果不是九黎圣地的人，那会是谁？这话让周围的其他人面面相觑。鬼面男子周身戾气疯狂涌动。该死的，昨天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另一边，罪魁祸首鹿晗正和秦武瑶遨游在9天之上。鹿晗兴奋地东张西望，尽管严天星带他飞过2次，可每次飞行都让他心驰神往。那下面是啥？他指着下方一片与周围不同的群山，那里虽郁郁葱葱，山间却时不时闪烁着紫色微光。那是九黎圣地的圣山。说着，秦武瑶操控飞跃环从天而降，落在其中一个山头。鹿晗扭头四下看去，大吃一惊，这密林之中有股特殊的威压覆盖，整体丛林稀疏，地面连杂草都没有，但却能看到一把把各式各样的武器，而且看起来一个个品质都不错，只是年代久远，没人理会有些严重的腐朽。这里真是九黎圣地的圣山，这些武器是啥情况？是，但同时也是远古神魔战场遗迹。你看到前面那座最特殊的山了吗？那就是万剑冢，也是九黎圣地的核心。这些武器被战场的意思天道规则压制，只能看没法取用。鹿晗抬头，那万剑冢的确惹眼，巍峨高山仿佛一个巨大号的仙人掌，上面密密麻麻横七竖八交错穿插着一把把造型各异的长剑。难怪九黎圣地剑修多，这大本营也太夸张了。看到了吧，九黎圣地虽然整体实力不俗，但圣山环境就一般般了。有时间带你去瑶池看看，瑶池圣山可要漂亮得多。原来秦武瑶是故意降落，想让鹿晗看看九黎圣山埋汰的样子。可鹿晗没心思纠结环境好坏，一个念头突然窜进脑海：万剑冢和周围群山的远古武器，不都是无主之物吗？想到这里，鹿晗心头一动，一股特殊的气机瞬间覆盖群山百里。仙法万剑归宗。另一边，九黎圣地议事厅内，几位高层分坐2侧，脸色皆十分古怪。九黎圣地圣主的柳青和目光扫过众人，沉声发问：皇权圣女阎洛被杀，你们怎么看？闻言，众人面面相觑，半晌后才陆续开口。皇权圣地招惹了什么人，我们不太清楚，但皇权圣地有可能将此事怪罪在我们头上。我倒是觉得出手的人应该是不是4大圣地的人，而且目标不见得就是皇权圣女。现场遗留2种剑意，且都十分陌生，4大圣地拥有剑意的剑修都对不上号。只可惜山谷关口其他宗门的守关弟子也都死了，无法获得确切的消息线索。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严天星都没想到阎洛被杀的消息传播速度也如此惊人。其实不单单是九黎圣地和皇权圣地，同一时间的瑶池圣地和最为神秘的昆仑圣地也都知道了这件事。无形中，圣地之间原本就紧张的局势似乎变得更加微妙。那红莲洞天由来已久，这么多年来，因为古仙留下的红莲结火，没人能够进入深处。可没想到这次也被掏空了，动手之人的实力只怕远远凌驾于4大圣地之上。九州好土能人辈出，实力超4大圣主的巨擘并非没有，可这样的人物为何会介入4大圣地的区域？就在众人忧心忡忡时，整个圣山突然轰隆隆震动起来，众人脸色骤变，齐刷刷的闪身消失，瞬间出现在万剑冢之巅。可此时震动却戛然而止，来得快去得也快。圣山之巅罡风呼啸，柳青河扭头看向四周，震动虽然停止了，但整个圣山万剑冢所有横七竖八插在上面的兵器都在微微震颤着，仿佛按捺不住即将出鞘的利剑。这是怎么回事？自九黎圣地建立，从未有过这种情况。此刻众人震惊无比，要知道即便是圣主柳青河也无法撼动万剑冢上哪怕一把最垃圾的青铜剑，在上古时期的天道法则压制下根本无可撼动。这是什么情况？是人为吗？如果真是人为，能够撼动整座圣山万剑冢所有兵器，撼动天道法则的人该有多恐怖！
柳青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双目如电，浑身罡气迸发，凝神戒备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可奇怪的是，这诡异的场面忽然间又平息了下来。万剑冢重新蛰伏不动，柳青和沉吟许久，语气严肃道：“圣山弟子加强巡逻与布控，开启护山大阵。从现在起，各护法、长老、执事严阵以待，同时召10殿阎罗来圣山集合。”这番话足以看得出柳青河的慎重和小心，但即便如此，柳青河的脸色依旧不轻松。另一边，秦武瑶似有所觉地看了眼万剑冢的方向，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但在看向鹿晗的时候，鹿晗已经散掉了仙法。你干啥呢？没什么，我们继续出发。对鹿晗而言，眼下最要紧的是去大前王朝拿酒，其他的都不重要。行吧，继续出发。他本是想让鹿晗看看九黎圣山埋汰的样子，现在目的也达到了，自然乐意继续赶路。只可惜秦武瑶不知道的是，鹿晗并未因此嫌弃九黎圣山，反而喜欢上了万剑冢。这万剑冢简直就是施展万剑归宗的超级辅助啊！另一边，大前王朝的议事大厅内，大前皇帝梁森正和大前王朝伯老、4大侯共同商议要事。少尉已经基本稳定了他在大罗剑宗的地位。几位侯爷，你们的兵力部署的如何了？闻言，4位侯爷对视了一眼，纷纷开口。兵力部署早就准备妥当了，现在只等太子的消息。只要拿下大罗剑宗，大前王朝就不必像现在这般夹缝里求生存了。拿下大罗剑宗之后，我们立刻投诚天道盟，之后再想办法吞并其他宗门，这条路着实不错。太子天赋出众，如果给我们时间发展，便是天道盟我们也吃得下。这大前王朝实力确实不弱，共有6位元婴修士，6位元婴吃得下大罗剑宗。可要说吃了天道盟，那真是胃口有点大。这时，一直沉默着的伯老缓缓开口道：“老臣捉见，兵力部署倒是其次，那大罗剑宗充其量也就只有一个苏月灵需要注意，其余都无需担心。只要少羽拿下宗主之位，大罗剑宗便是我大前的，到时候就算是天道盟，也说不得我们什么。”伯老话音刚落，大殿外2道人影轰然砸落地面。来者何人？大前皇城禁飞，你2人好大的胆子！来找你们皇帝借点东西，并无他意。向皇帝借点东西，这话在守卫听来格外刺耳。大胆！你们这是擅闯皇城，来人，把他们拿下，押入天牢。带头将士一声号令，周围浩浩荡荡的士兵就要过来抓人。秦武瑶撇了撇嘴，对鹿晗说道：“你看吧，我就说不用这么客气，否则你怕是连人都见不到。”言罢，他直接抬头看向殿内喊道：“大前皇帝可在？你要再不出来，我便拆了你这皇城。”声音浩荡而出，周遭包围过来的将士瞬间被音波震荡神魂，哗啦啦倒了一大片。就连大殿内的梁森等人也赶紧固守神魂，吃惊的瞪大了眼睛。这是化神境的气息。梁森身子一抖，连忙带着国老和4大侯跑出来，来到外面一看，发现方才的2个人影竟然是一男一女，年纪也不大，顿时一脸紧张。寡人便是大前皇帝梁森，您是？大秦仙庭秦武瑶。秦武瑶说完，单手一挥，一杆血色大旗轰然插在地面，血色的旗帜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秦字。先秦战旗。梁森差点咬了自己的舌头。大秦仙庭虽然也是王朝性质，但和大前王朝是不一样的。大秦仙庭的地位和4大圣地并驾齐驱。秦武瑶，先秦长公主，同时也是瑶池圣女，还是天机楼玉姬子的亲传弟子。这样的小祖宗怎么忽然跑来大前王朝了？难道是梁少羽那货在外招惹了秦武瑶？若真是那样，大前要亡了。梁森不停地在那自我脑补，脸色越来越苍白。好在关键时刻，秦武瑶开口：“来找你大前借点东西。”梁森一听这话，稍微松了口气。好说好说，公主里面请。鹿晗和秦武瑶当即跟着梁森往大殿内走去。公主，您大驾光临我大前是为何物？若我大前有，您尽管拿。这是梁森的真心话。如果能因此讨好秦武瑶，对于大前好处多多。秦武瑶的地位可在天道盟之上。秦武瑶则转头看向鹿晗，察觉到秦武瑶的眼神，梁森暗骂自己愚蠢。我真是糊涂啊！能和秦武瑶平起平坐一起来的，怎么可能是普通人？想到这里，他连忙打起了招呼。公主，这位少爷是？鹿晗拿出阎罗令放在手上把玩。我无名小卒不值一提，今日来大前是为古酒而来。能手持天道盟阎罗令和秦武瑶平起平坐，这天下间有这样的无名小卒吗？他背后的势力和其身份也是无法想象的。梁森虽然这样想，但他不敢问，人家少爷不说就证明不想让你知道，这点眼力劲梁森还是有，于是赶紧点头道：“古酒，您说的可是大前当初发现的那个酒窖？”没错，就是那个。那些古酒还有吗？有倒是有，只不过那些古酒品质一般，只是年份久远而已。您慕名而来，多半会失望。但若您喜欢美酒，我大前也有佳酿。您话没说完，鹿晗就摆了摆手，不需要别的，就拿古酒来，我尝尝。好，我这就吩咐下人。不，我亲自去拿。鹿晗看着离开的梁森，面色古怪。难怪世人追名逐利，这玩意还真是好使。这个世界本就是这样。就在梁森快要跑到博库的时候，忽然看到不远处一个悠闲的身影正往这边走来，定睛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儿子梁少羽。他咋回来了？爹，这么巧啊，我正要去找你。身为大前太子，梁少羽并未称呼梁森父皇之类的，反而直接喊爹，在大前皇族之中也算独树一帜。由此也看得出梁森对于梁少羽的溺爱。你回来干什么？这几天进展不错，想回来和父亲你商量商量接下来的计划和部署。
什么意思？在大罗剑宗的进展吗？对，苏月灵已经松口，宗主之位很快就是我的，届时执掌宗主大权，护宗大阵的权限也在我身上了，随时可以动手。这个节骨眼上，你更不应该回来。如若被那苏月灵发现了端倪，前功尽弃，你知道后果吗？不用担心了，那大罗剑宗现在只有我拿得出手，也只有我有资格继承宗主之位。说句不好听的，就算是苏月灵知道了我的身份，估计也不会说什么。他还有别的选择吗？凡事小心为上，你快回去，在继承宗主之位之前，不要再回来了。拿到宗主之位再给我消息。对了，爹，你行色匆匆的干啥去？大钱来了贵客，这次如果接待好了，于我大钱而言绝对是一大助力。梁森提到这里就满脸的兴奋，梁少宇眼前一亮，也想要认识一下那位大人物。什么大人物？正好引荐我认识认识。你在胡说什么东西？你现在要做的事情，你以为见得了光？这件事我会办好的，你速速回去稳住大罗剑宗，拿下宗主之位后，第一时间给我消息即可。好，等我消息。梁少宇回来这一趟也只是通知，或者仅仅是为了回来找一下存在感。被鹿晗压迫的体无完肤的存在感，没有久留，梁少宇立刻打道回府。路过乾元殿的时候，似有所觉地看了眼大殿的方向。大人物，呵呵，我青木灵体修为一日千里，待我拿下大罗剑宗，全力冲击境界，总有一天我要带领大钱跻身圣地，届时我也是大人物。说话间，他脑海中却忽然浮现出鹿晗，那个被他排挤离开了大罗剑宗，本该落魄游荡的人，短短几天就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人脉和地位。如今我爹还有机会结交大人物，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鹿晗，你给我等着，我梁少宇必杀你！梁少宇恶狠狠地呢喃了一句，快步往皇城外走去。大殿内，鹿晗和秦武瑶还在等待着。好在没多久，梁森就回来了。二位，您要的东西就在这了，您看看。说完一挥手，桌子上出现了3个泛着绿光的酒坛子。不是一个酒窖吗？怎么就这么点？那个当初挖掘出来的时候的确不少，有30多坛。后来我邀请了不少好酒之人前来品鉴，但因为酒的品质一般，并不被他们接受，所以很多都浪费了。这玩意也没什么价值，就没好好保存。梁森一脸紧张地说，说完又赶紧补充道。想必这位少爷也是好酒之人，但这酒确实不算什么好酒，只是年份酒而已。但无需担心，我大钱有不少品质极好的佳酿，您喜欢的话都可以尝尝。鹿晗摆了摆手，寻常的佳酿现在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况且根据鹿晗的猜测，年份越久的古酒，宿醉后的奖励就越是丰厚。那些就不必了，这酒我先尝尝。好在来得及时，还剩下3坛子。按照严天心的说法，这酒至少1000年了。想到这里，鹿晗有些急不可耐，拿出梁森给准备的碗，给自己倒了一碗，接着就端起碗一饮而尽。这酒虽然不及严天心的醉仙酿，但这酒喝起来也不错。畅饮千年古酒，获得修为130年。一碗竟然就给130年的修为，这一坛子酒倒出来起码10碗，一坛子就是1000多年的修为。眼前有3坛子，那加起来可就至少3000年修为了。这一波血赚啊！鹿晗没有选择继续畅饮，而是故作镇定地看向梁森，询问道：“酒还可以，果真只剩下这3坛了。”看到这位少爷很喜欢这古酒，梁森也很兴奋，急忙说道：“真的只剩这3坛了，我都带过来了。”鹿晗无奈地点了点头，虽然有点可惜，但3坛也不少，算是意外收获。既然如此，这3坛酒我要了，你出个价吧。不，您喜欢带走就是。这古酒虽然年份高，但品质的确一般，能讨得您的喜欢也是我大钱的荣耀。最终，鹿晗一毛不花，拿到了3坛酒。鹿晗和秦武瑶拿到酒后便离开了，而9天之上，鹿晗有些踌躇。秦武瑶似乎看穿了鹿晗的心思，随口问道：“怎么觉得欠了人情？”鹿晗无奈的点了头。秦武瑶深吸一口气，淡淡的说道：“你在大罗剑宗的经历，我大概知道。你要明白，这个世界压根就不存在什么人情，所谓的人情，也只是在双方还有相互利用价值的时候，彼此的利益交换罢了。一代人皇不会在乎他欠过一个乞丐的人情。”末了，秦武瑶还补充道：“以你目前的身份地位和境界实力，对于大钱王朝而言，莫说这3坛酒，便是大钱江山，你若喜欢，也可随意夺取。”说到这里，秦武瑶忽然一愣，自己接近鹿晗，严天心对鹿晗好，4大剑宗对鹿晗抛出橄榄枝，不都是为了示好鹿晗，让鹿晗记得我们的好吗？自己现在怎么反而劝说起了鹿晗？可古怪的是，秦武瑶心里并不排斥对鹿晗的观念灌输，他沉吟了几秒，郑重其事地对鹿晗说道：“你在大罗剑宗那10年经历的足够多了，看得应该比我真切，但我还是想说，以后聪明一点，不是所有对你好的人都是真心的。”说完也不等鹿晗回话，念头一动，飞月环在9天之上化为一道流光，消失不见。回到天道盟后，鹿晗闲来无事，索性回到房间开始灌酒。死酒鬼，刚回来就喝，我真是服了。另外一边，梁少宇回到大罗剑宗后，得知苏月灵已经在宗主大殿等他了，顿时心里一紧。不会真的如父亲所说，苏月灵发现了什么端倪吧？他怀着忐忑的心来到宗主大殿，发现不单单是苏月灵，宗内的大长老、执事、堂主，全宗的大小管理全都在。梁少宇更是心头一紧。师父，您着急唤我来所为何事？你大伤初愈干什么去了？为何连随从弟子都没带？下山转了转，散散心。苏月灵眉头一皱。
你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你是大罗剑宗的宗主候选人。如果你在外发生了什么意外，你知道这对大罗剑宗意味着什么吗？梁少宇一怔，抬头看向苏月玲，但后者的语气却立刻又软下来。九王宴的事情，我知道对你打击很大，下山散心也不无不可。但你要知道，你和鹿晗不同，鹿晗遭遇了什么我不得而知，但他天生绝脉，离开大罗剑宗，这怪不得我。闻言，梁少宇直接懵了，一时分不清苏月玲是在教育他，还是在自我安慰。我知道了，师父放心，以后不会了，我一定稳住心境，努力修炼，有朝一日等我成为宗主，必然领导大罗剑宗崛起。这几天我想了很多，这么多年我也累了。你既然有心，那这宗主之位便传给你吧。只希望你能履行承诺，带领大罗剑宗腾飞，也不枉我对你一片期望。说完，反手拿出了宗主令，在场所有人都懵了，就连梁少宇都没想到会这么快就拿到宗主令牌。他沉吟着上前，从苏月玲手中接过宗主令，上面苏月玲的神魂烙印已经被抹除了。显然，在今日之前，苏月玲就已经想好了传位。梁少宇神念一动，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神魂烙印打了上去，如此便算是彻底接管了大罗剑宗。短暂的沉寂过后，大家开始向梁少宇道贺。少宇荣登宗主之位，也算众望所归。从今往后，我们大罗剑宗可全看少宇的操持了。少宇啊，你放心，我会悉心教导你管理宗门的。你还受生，很多宗内事我还不明白，这都可以理解，毕竟还小嘛。梁少宇听着几位长老的话，眼底闪过一丝不屑。这帮老家伙，老子都是宗主了，还敢在老子面前倚老卖老，怎么管理宗门？老子需要你们教，等着吧！等大秦王朝袭来，老子一个个收拾。梁少宇心里虽然这样想，嘴里却不敢明说，只是笑呵呵地说道：“那以后就仰仗各位的帮衬了。”太好了，少宇，你终于当上宗主了，以后师姐也会好好帮你的。梁少宇笑呵呵地点了点头，但看向王玉娇的时候，眼底的厌恶几乎无法掩盖。反而苏月玲此时没有人去和他说话，但他却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同，反而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少宇，随我去小玉峰吧，收拾你的东西，以后你就搬来主峰宗主大殿，那小玉峰我住。全听师父吩咐。梁少宇恭敬地说道。虽然苏月玲把宗主之位让给了他，但毕竟还是他的师父，也是大罗剑宗的师祖。两人一路来到小玉峰，苏月玲望着这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有些恍惚。鹿晗小时候我经常在这里教他练剑，但从10年前鹿晗被查出天生绝脉，我也许久都没来过了。看着断崖前的空地上到处都是落叶，躺椅和石桌上也布满了灰尘枯枝，苏月玲问道：“你不是搬来小玉峰了吗？”是简单搬了些东西过来，但还没来得及入住，这段时间还住在我那栖霞峰。他的栖霞峰各项设施完善，生活品质和小玉峰天差地别。梁少宇当初要小玉峰也只是为了排挤鹿晗，仅此而已，他不会真的搬进来。那也正好，把你东西收拾了，搬去主峰就是。梁少宇点了点头，向一旁的小屋走去。苏月玲扫过一旁的榕树，忽然心头一颤。虽然我现在更看重梁少宇，但也只是看重梁少宇的天赋。这样说师徒感情，也许只有鹿晗了。苏月玲看着眼前的榕树，逐渐陷入了沉思。就在这时，身后忽然传来梁少宇的声音：“你是在惋惜鹿晗离开大罗剑宗吗？毕竟师徒一场，你们那般排挤他，他离开大罗剑宗也无可厚非。”可话音刚落，梁少宇忽然笑了笑，眼底闪过一丝嫉妒。看来苏月玲对鹿晗还是有感情的，他之所以将宗主之位传给我，也只是看中我的天赋。真的只是我们在排挤鹿晗吗？这10年来，你因为他的天生绝脉，又对他冷落了多少？鹿晗离开，这大罗剑宗上下谁敢说没有责任？苏月玲张了张嘴，虽然不想承认，但仔细想来，鹿晗最终绝望退出，他这个师父恐怕才是最大的缘由。既然走了，便不再提他了。你去吧，以后大罗剑宗便交给你了，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闻言，梁少宇嘴角泛起一抹残忍的微笑，死死地盯着苏月玲的背影。放心，我领导大罗剑宗一定会让你惊讶。梁少宇说完，转身离开了小玉峰，一路回到主峰，本想进入苏月玲的寝宫，但却被苏月玲原本的侍女拦住了。宗主，师祖的寝宫要就此封闭，您可以选择另外的寝宫来住。什么？梁少宇眉头一蹙，神色狰狞间，眼神里的戾气仿佛毒蛇一般，让侍女心头一震。就在这时，蹲守了半天的王玉娇一脸兴奋地来到梁少宇面前，轻易地说道：“少宇，你现在可是宗主了，师姐真为你开心，禁酒令也解除了吧？师姐今晚陪你好好喝一场，你可不要趁着喝醉对师姐起了色心哦。”话虽这么说，但眉目间却满是春意。可没想到话音刚落，啪的一声，梁少宇一个耳刮子打得王玉娇脸都要歪了，手里的酒壶也掉在地上。王玉娇猛捂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梁少宇：“你打我！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我现在是宗主，你不过是3代弟子而已。禁酒令需不需要解除，还轮不到你来抉择。”此刻，梁少宇看到地上的酒壶，他瞬间想起九王宴上的屈辱，想到了鹿晗。我没别的意思，你自九王宴重伤而归，如今大病初愈，还继承了宗主之位，师姐只是想为你庆贺而已，我有什么错？你还有脸提酒宴？若不是你当初办事不力，连一个废物鹿晗都杀不了，老子能在九王宴遭受那般屈辱，他又怎会有机会和秦舞瑶交好？说话间，梁少宇步步逼近，王玉娇甚至能从梁少宇身上感受到毫不掩饰的杀意。但好在梁少宇并未做什么，忽然呵呵一笑：“不过无妨，等老子稳住了大罗剑宗，就开始冲击境界。以我的天资，怎会输给一个天生绝脉的废物？”
梁少宇嘴里一口一个天生绝脉，一口一个废物的喊着，只是在自我麻醉。退下吧，记住了，你只是3代弟子而已，我用得着你，你就得乖乖听话；我用不着你，就别来烦我。王玉娇不敢忤逆，捂着脸颤颤巍巍的离开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梁少宇的反应竟然这么大，他不禁开始反思，选择跟着梁少宇辅佐梁少宇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等梁少宇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他的随身仆从兴奋道：太子怎么会这么突然就拿到宗主之位了？早该如此，你这就回去大前通知我父亲，时候到了，这大罗剑宗直接拿下吧，我已经等不及了。那随从兴奋的点了点头，但并未着急离开，反而有些犹犹豫豫。梁少宇瞥了他一眼，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等大前的人马到了，控制了苏月玲，便没什么好顾忌的了。到时候王玉娇就随便你们怎么玩，但是在这之前不要轻举妄动。多谢太子。说完，躬身后退，飞快地跑了出去。可没一会，那随从忽然又急匆匆地回来了。梁少宇眉头一蹙，让你回去报信，你还在这干什么？太子，不，宗主，九黎圣地来人了。闻言，梁少宇脸色大变。九黎圣地派人来大罗剑宗干什么？他没敢犹豫，急匆匆地跟着跑了出去。下一刻，演武场上聚集了不少大罗剑宗的弟子，苏月玲也从小御风出来，抬头看去，9天之上，一位穿着华服的中年男子傲立云头，俯瞰着大罗山。大罗剑宗宗主何在？闻言，苏月玲本能地踏出一步，但立刻想起来他已经不是宗主，于是看向梁少宇，可梁少宇却紧张地拼命咽口水，不敢承认。这圣地大佬难道是来找宗主麻烦的？那我不成了背锅侠了吗？看到梁少宇紧张的样子，苏月玲心里又平添了几分失望。装深沉，心思歹毒，嫉妒心强，这些就算了，如今已经是宗主了，却连这点担当都没有，胆小如鼠。这样的人，即便是青木灵体，当真能带领大罗剑宗崛起吗？那中年人眼看没人回话，有些愠怒，提高了音调，再次重复道：大罗剑宗宗主何在？声若奔雷洪钟，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实力低下的大罗剑宗弟子甚至感觉体内血气翻涌，经络都开始胀痛起来。所有人的视线齐刷刷地看向梁少宇。那中年人察觉到大家的眼神，视线也扫了过去。梁少宇这才赶紧说道：我便是大罗剑宗宗主梁少宇，前辈来大罗剑宗所谓何事？中年男子一愣，看了看手里的名单，疑惑道：大罗剑宗宗主不是苏月玲吗？以前是，今日刚传位于我。倒是有趣，竟然传位给了一个金丹境。梁少宇心头一震，死死地咬紧牙关，这种被大佬鄙视的感觉让他很不爽。我虽是金丹，但我的体质不重要。大罗剑宗宗主听令，3日后和其他各派宗主一样，于圣山集结，听候部署。说完，一枚黑色令符被中年男子随手扔下，丢在梁少宇面前。3日，这时间会不会有些？梁少宇话没说完，再次被中年男子打断了。赶不到，死！言罢，拂袖转身，带着一众圣地人马消失在9天之上。梁少宇咬着牙将令符收起，心里却悲愤的几乎要炸裂。明明已经成为宗主了，为何到头来还是被人如此蔑视？另一边，严天星身为10殿阎罗，同样接到了圣地的通知，但他始终未曾行动出发。严姨，圣地召集，你不去吗？等鹿晗醒了再说。秦武瑶一怔，严天星要带鹿晗去九黎圣地。鹿晗在大罗剑宗的经历，你我都知道，所以你可以放心，他不会加入九黎圣地的。而且你师父让你接近鹿晗，应该也不是期望他可以加入天机楼吧？秦武瑶沉吟着点了点头。鹿晗醒后要不要去九黎圣地，也全看他自己的选择，我不会强逼他，也没有那个本事强逼他。秦武瑶没说什么，毕竟他无法为鹿晗做主，而且瑶池和九黎交好，如今九黎圣地形势微妙，瑶池也会插手。秦武瑶身为瑶池圣女，自然也不可能袖手旁观。几个时辰后，鹿晗醒，睁开眼的第一时间就是查看系统提示。恭喜宿主成功宿醉1次，获得宿醉奖励，见到感悟满级。啊，这算是什么奖励？见到感悟满级，这玩意听起来很厉害的。既然是千年古酒宿醉后的奖励，应该不会太差吧？想到这里，他手腕一翻，半坛子古酒出现在手中。忽然耳畔传来一个声音：你个王八蛋，睡了大半天了，刚醒又要喝啊？不许喝！鹿晗吓了一大跳，转头才看到秦武瑶就坐在身侧不远的椅子上。秦武瑶气呼呼地嘟着嘴，瞪着眼睛看着鹿晗。这家伙一喝酒就往醉了喝，然后就是大叫。眼下严天星还在等他的消息，没想到这家伙醒来第一时间连下床都省了，又要喝。嗨，也没喝，就闻一闻。鹿晗悻悻地将酒坛子收了起来。九黎圣地召集10殿阎罗以及范围内所有宗门的宗主集结，这在九黎圣地的历史上都是很少出现的。这也说明九黎圣地遇到大问题了。严姨要去九黎圣地，想问你去不去？秦武瑶侧面提醒鹿晗，九黎圣地现在很危险，但并未细致说明，只是以秦武瑶的聪慧，自然猜得到九黎圣地发生了什么事。黄泉圣女被杀，这对黄泉圣地而言可算是灭顶之灾了。那不单单是牺牲了一个天才弟子那么简单。去啊，当然要去。如果在万剑种使用万剑归宗时，再搭配上我刚获得的满级剑道感悟，说不定有机会让剑道更上一层楼。听到鹿晗的回答，秦武瑶眼神微微一暗，点了点头。
既如此，那就走吧，严姨在等着了。一天后，严天星就带着鹿晗和秦舞瑶以及天道盟的几个长老抵达九黎圣地的圣山万剑冢。鹿晗随意凑近一步，伸手抓住剑柄，尝试着将其拉住，但长剑纹丝不动。不用尝试了，万剑冢虽然插满了各种神兵利器，但因为上古战场残留的天道规则压制，整座圣山浑然一体，没有任何一把是可以拔出来的。秦舞瑶也这样说过，鹿晗果断就放弃了，但他可以肯定，他的万剑归宗可以将这里所有的剑全部拔出来，并且操控。下一刻，几人进入山门，经过演武场的时候，鹿晗看到广场四周有6个巨大的利剑雕塑插在地面，即便只是靠近，都能瞬间感觉好几股繁杂不同的剑气交织在周围。这些剑气并无杀伤力，完全是散逸而出。这地方是干啥的？这是剑碑，用来测试弟子天赋的东西。怎么测试？进入小广场，以神念沟通剑碑，一共6个，只要能成功沟通其中一个，让其产生反应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随便沟通哪个都行。闻言，不单单是严天星，就连秦舞瑶和负责带路的随从都是一阵哭笑不得。九黎圣地的6合剑碑可是出了名的难参悟，历代圣主最低要求是需要成功感悟其中至少2个才可以。譬如现任圣主已经被尊称为剑圣的剑道奇才柳清河，便能够感悟其中2个，历代圣主也基本都是2个，唯独只有九黎圣地的第1位圣主成功感悟过其中3个，使3个产生了反应，自那之后再无来者。严天星在一旁补充道，而且能够感悟剑碑，不单单证明了其本身的天赋，每感悟一个都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提升自己的剑道修为，可谓是名利双收。鹿晗听后顿时就来了兴趣，我能试试吗？